人类全部被单独困在万米高空中的1平米土块上，掉下去就会死亡。外面是只有空岛没有陆地的世界，想要生存下去，只能移动土块，去探索那些被云朵笼罩的空岛。空岛里面蕴含着食物、装备以及各种资源，同样也可能酝酿着可怕的危险。而探索完成度达到100%，就可以占领空岛，纳入自己的领地。若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死亡，玩家将随着积累的资源一起消失。随着系统声音结束，你的面前出现5个职业选择，分别是战士、法师、圣职、猎人、前行者。你毫不犹豫选择了攻击范围最广的猎人，随后你的手中就出现了一把木弓，背上也多出一个插着10根木剑的剑篓，同时眼前出现这2件物品的信息。你紧紧抓着手里的长弓，环顾四周，有了武器后心中多了一些底气。你明白必须尽快探索其他空岛获取食物，不然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渴死或者饿死。于是你开始操控脚下的土块，寻找体积相对较小的空岛。10几分钟后，你就发现了一朵体积很小的云朵，外面还冒着滋滋的电流。系统提示传来，里面孕育着一团活跃的雷元素力量，是否进入？雷元素力量？难道里面有怪物？你果断选择放弃，毕竟系统可是说了，每人只有1条命，死了就是真的死了。随后你操控着小土块继续向前方漂浮，不一会又遇见一朵灰色的乌云，里面似乎隐藏着一团邪恶的力量，是否进入？你又是果断放弃，换了个方向继续漂浮。就这样过去1个小时后，你开始感觉到饥饿和口渴，因为移动土块漂浮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和精神力。就在这时，一个泛着丝丝绿意的云朵飘了过来，里面孕育着微弱的生命力，是否进入？你心中一喜，毫不犹豫地点击进入。当云朵消散，你的面前露出了长满青草的土壤，土壤中间还生长着一棵挂满果实的树，浆果树，灌木类植物，树上的浆果可以直接食用，能够补充水分和饱食度。你立马大口往嘴里塞浆果。几颗浆果下肚后，饥饿感和口渴终于得到缓解。你数了下树上的红浆果还有20多颗，省着点吃，至少能坚持2天。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出现，是否将此块土地纳入自己的领地？你直接点了是，随后你脚下的土块就从1平米变成了2平米。现在你暂时解决了食物危机，身体也恢复到了鼎盛状态，准备去探索那些隐藏着微弱危险的空岛。不过在此之前，你打算做一番战前准备。在选择猎人职业的时候，你的背包中就自动出现了木弓和木剑的装备图纸，同时觉醒了唯一隐藏级天赋神级工匠，制作任何物品时都不会失败，且有极大几率制作出更高品质物品。木剑的制作方法相对简单，只需要一些树枝就可以。想到这里，你转身从浆果树上折断10几根树枝，随后对着它们点击全部制作。紧接着白光闪过，一根根剑矢出现在眼前。削尖的剑矢，品质精良，攻击力2至3，附带特效锐利，有更高概率穿透目标躯体，对敌人造成重伤状态。你将这些剑矢全部装入剑篓，心中的底气又多了几分。很快你就盯上了不远处一团冒着绿光的云朵，里面似乎活跃着一团无形的元素之力，是否进入？你左手拿着木弓，右手拿着削尖的剑矢，做好攻击准备后点击了进入。云朵消散后，一只身体透明的史莱姆出现在你面前。史莱姆1星生物，等级1，技能吐口水。你二话不说就拉弓搭箭，将手中的箭矢射了出去。史莱姆像是受到了惊吓般，瞬间跳了几米高。你没有迟疑，第2箭紧接着射出，连吃2箭后，史莱姆终于反应过来，一团元素之力在身前凝聚。然而第3箭已经紧随而至，并且似乎触发了锐利效果，直接将其射穿。啪叽一声，史莱姆的身体化作虚影消散，成功击杀1级史莱姆。您的等级提升至1级。还不等你反应过来，就听到系统公告声，本区域第1个击杀空岛怪物的玩家已出现，区域频道已开启，当前玩家可在区域频道进行交流、交易，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正当你准备进入区域频道的时候，耳边再次出现系统声，您是本区域第1个击杀空岛怪物的玩家，获得首杀奖励0和50枚，一个空间背包，一个空间背包图纸。你看着手中的空间背包大喜过望，竟然拥有20个储物格子，最重要的是，一个格子可以存储30件相同的物品，也就是说全部塞满剑矢，能随身携带600根剑矢。随后你又看向空间背包图纸，制作要求1张1星兽皮，10枚灵核，20个以太，制作成功率20%，受神级工匠天赋加成，成功率已到100%。你顿时灵光一闪，这岂不是说可以批量制作空间背包，然后去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易？毕竟空间背包十分珍贵，谁不想能携带更多的东西呢？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在初期所有人最紧缺的还是食物和水这2种资源。随后你输入幸运小品，进入了1314区域频道，里面的聊天板块早已有上千条信息，谁能告诉我怎么跑到天上来了？柳如烟，你在哪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等一下，我老公呢？几乎所有信息都是寻找家人和朋友的。你无视这些没用的信息，直接进入交易频道，里面密密麻麻的有上百条交易信息，20个碎石块可以当做暗器投掷，需要食物、史莱姆粘液、魔法材料，换200毫升水，一个1星兽皮，换3斤能喝的水。你猛然眼前一亮，刚刚得到的背包图纸正好需要1星兽皮，于是你立马联系这个叫做坤坤不太美的玩家。经过一番协商之后，你以5枚浆果的代价成功换来1星兽皮。目前背包材料的2样材料已经凑齐，就差以太这个魔法材料。你看了眼交易频道，发现所有人的需求都是水和食物，而你身后的浆果树上仅剩下19枚浆果。为了防止意外情况，
况，你并不打算再拿浆果交易。思索一番后，你将自己制作的木剑挂上了交易频道。只要是猎人职业，绝对抵挡不住它特效的诱惑。果不其然，不到3分钟的时间，你就成功拿5根木剑换来了50个以太。就在你准备制作空间背包时，眼前突然出现2个系统提示：幸存者王刚申请添加你为好友，幸存者陈博申请添加你为好友。你顿时一愣，这不正是自己寝室的2个好大儿吗？同意好友后，你立马创建了一个共同讨论组。你们现在状况怎么样？我进入游戏后，遇见危险的空岛都是直接躲开，刚刚才碰巧吞并了一个小岛，我也是差不多的进度。你们都开始吞并岛屿了，我一路碰到的都是有怪的岛屿，我现在已经陷入饥饿和缺水状态。2位义父快资助一手。见状，王刚直接给你和陈博一人发了一份300毫升的水，你也没有推脱，多年一起开黑到凌晨的友谊，没必要计较那么多。喝完水之后，你明显感觉精神状态更加饱满，转身从浆果树上摘下10枚浆果，给他俩一人分了5枚，又享受了一把当义父的感觉。都抓紧时间去探索其他空岛，收集资源强大自己。随后你就关闭了讨论组，准备开始制作空间背包。取出所有制作材料后，你伸出手点击制作，然后白光一闪，系统提示传来：成功制作一个空间背包，品质精良，储物空间30，特效活力，体质加4。你顿时大喜过望。之前升到1级的时候，体质也才增加了2点，而这个背包相当于升了2级的体质，让你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对付史莱姆这种生物的时候，想必会轻松很多。随后你开始控制土块，继续向前方行驶。升到1级之后，领地的移动速度从3米每秒变成了5米1秒，大大提高了探索效率。很快你就接触到了一朵灰色的云朵，里面似乎有生物活动的迹象。是否进入？你先是拉满了弓弦，随后选择了进入。云团散去，露出2块方块，一只凶猛的灰狼出现。森林狼等级技能撕咬。相比于之前遇到的史莱姆，这头灰狼明显要强大许多。在看到你的瞬间，它就猛地扑了过来，但你单身多年的手速更快，削尖的箭矢如闪电般射出，精准命中了森林狼的右眼，眼睛忽受重创，它痛苦的嚎叫打滚，差点从高空中跌落下去。此时你与它的距离仅剩3米，你立马操控领地向后方撤离。猎人前期没有任何近战技能，若是被近身必死无疑，却不想这时系统提示出现，一星生物的警戒范围为10米，超过距离后将脱离战斗。空岛将重新恢复为未探索状态，未探索状态就是被云朵笼罩的状态，外界的一切攻击都无法影响到空岛内。你控制着领地迅速后撤，将距离把控在刚好10米左右，随后弯弓搭箭，3箭齐发，它直接被你射成了筛子。是否分解森林狼尸体？你果断选择了是，紧接着你就得到了一张1星兽皮、52公斤狼肉以及108根兽骨。望着堆成小山般的狼肉，你欣喜若狂，这直接解决了你的食物危机。同一时间，你的土块成功与这个空岛融合，扩大到了5平方米。就在这时，区域交流频道突然收到一个叫天凤鸟的私信：痞哥，我看你在交易平台寄售了剑矢，你是猎人职业对吗？是的，我这有件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绿色剑矢图纸。你瞳孔一缩，对这张图纸无比的渴望，但你很快平复激动的心情。我可以收，你什么价位？我要水，最起码要4斤水。看着天凤鸟的报价，你暗暗冷笑，看来目前所有人最需要的东西依然是食物和水这些生存资源。随后经过一番砍价，你只是付出了3公斤狼肉的代价，就换来了这个绿色剑矢图纸。精铁剑矢制作所需材料2块精铁和1根羽毛。精铁这种材料很稀有，只能通过一些宝箱开出来，不知道现在交易频道有没有？你进入交易频道，输入关键字精铁，很快就弹出7条寄售信息。这些人的交易要求都是水和食物，你仅是拿出3公斤狼肉，便换取到了12块精铁。现在就剩下羽毛这个材料没有。你在讨论组中问道：哥几个借几个毛，我做个东西。毛？痞哥我给你啊。丁，已成功获得某灵长类生物体毛23根。你看着手中的黑色毛发，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我要的是羽毛，你把你的腿毛给我干什么？王刚这时正好出现，痞哥我这里有几根，我发给你。丁，已成功获得大嘴鸟的羽毛9根。随后你将图纸放在精铁和羽毛上，点击开始制作。白光接连闪过，你的面前出现6根泛着寒光的剑矢。精铁剑矢，品质精良，攻击力5至7，特效穿甲，一定概率触发无视防御效果。你顿时欣喜万分，这精铁剑矢的攻击力加成已经和主武器木质长弓差不多。同时你意识到系统送的木质长弓该淘汰，于是你开始在交易频道中寻找有关猎人的武器或图纸，却发现上面挂着的都是和自己手中一样的木质长弓。就在你准备退出交易频道时，一个猎人的武器图纸交易信息正好弹出，檀木长弓图纸。你的瞳孔猛然一缩，这是目前交易频道唯一一把非新手装备图纸，只要能搞到手，战斗力绝对会有不小的提升。随后你立即点击私聊，却不想对方狮子大开口，直接索要20公斤食物或者10公斤水。你定价太高了，能不能少一点？就这个价格，买不起就滚。你眉头一皱，准备直接关闭私聊窗口，却不想对方又发来一条信息：你是那个卖特效木剑的小痞是吧？能在前期搞出这种道具有点本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雷氏集团？你顿时明白对方为何那么嚣张。在空岛求生游戏入侵现实前，雷氏集团就是本市数1数2的财团。看你没有回复对方，继续道：我们雷氏集团在这个区域也有一些班底，我们已经拉起了一个精英团队，大家一起互帮互助，共享资源，要不要加入我们？你直接选择了拒绝，因为你知道财团的组织和团队都只是为了给最上面的那几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已。况且雷维表现出的高高在上，让你很是不爽。雷维依然不愿意放弃，幸存者联合在一起是必然的趋势，只要你加入我们雷氏集团，把制作特效木剑的方法交出来，我甚至可以把图纸低价出给你。若是不加入，你不但别想拿到这个武器图纸，1314频道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你不屑一笑，这就迫不及待露出獠牙了。随后没有理他，直接关闭了私聊频道。然而此时的区域公共聊天
频道直接炸锅了。有个叫小痞的废物，是个不识好歹的东西。从今天开始，我们雷氏集团的任何人都不要和他交易。支持老大，我们雷氏集团直接把他封杀。支持老大，让他感受一下被制裁的恐惧。艾特小痞，小子你怕了没？你满脸的无语。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小心眼，直接把自己挂在了频道里。不过看到他们要封杀自己，你就有点想笑。你直接打开交易频道，将空间背包挂了上去。我勒个骚刚，竟然是空间背包！寄售人小痞，这不是刚刚被雷氏集团艾特出来说要封杀的那位吗？等一下，这位大神好像又上东西。只见交易频道上面又挂上了精良品质的铁剑，还有大量的狼肉，这顿时引起了1314区域所有玩家的疯狂。空间背包现在全区都没有几个，珍贵程度自然不必多说。至于精良品质的铁剑，对于猎人职业来说前期堪比神器，还有那10公斤狼肉，也是目前所有人最紧缺的物资。10几分钟后，除了空间背包还没人交换得起，其他物品皆是被一扫而空。某个空岛领地中，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子面色阴沉，小痞是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之间的梁子算结下来了。另一边，你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道具，嘴角止不住的上扬。这一大堆东西，仅用4根铁剑和10公斤狼肉就换来了，简直是血赚。因为这些材料足够你重新制作11根精铁剑矢和3个空间背包。随后你将这些东西全部点击制作，很快3个背包便制作出来。其中2个是增加4点力量的特效，另一个则是加的敏捷。你立马将敏捷背包穿戴上，毕竟对于猎人来说，敏捷更加重要。至于多出来的2个力量背包，你已然想好了他们的去处。刚打开讨论组，便看到陈博在里面大喊：我发现了青铜宝箱！你顿时感到十分惊讶。宝箱一共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木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黄金宝箱、钻石宝箱。即使是等级最低的木箱，在前期出现的概率都十分低。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几秒钟后，我报了3枚灵核、8块金铁、13块稀土、7块瘦肉干、1斤饮用水，还有一个绿色品质的精铁长弓图纸。你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前面还需要接济的陈博，运气居然如此逆天。忽然你收到了陈博的交易申请，痞哥，我是战士，王刚是圣职，这个长弓图纸我们都用不上，你先拿着。你有些感动，果然是自己的好大人。点击了接受之后，你给王刚一人发了一个交易信息，正是那2个力量特效的空间背包。我勒个骚刚，空间背包还带特效的那种，痞哥这也太珍贵了。你直接打断他们后，关闭了讨论组。精铁长弓图纸制作所需材料：15枚金铁、5枚灵核、20块稀土、1根1星兽精。你兴奋不已，当即在交易频道换来了缺少的稀土和兽精，随后点击图纸直接开始制作。紧接着一把1米多长的长弓出现，精铁长弓，品质稀有，攻击20至25%，附带特效强击，弓弦拉满后开始蓄力，可额外造成30%至50%伤害，附带特效精准，增加10%的命中率以及20%暴击率。你拿着手中的精铁长弓乐开了花，因为相比于之前，你的战斗力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与此同时，不远处一朵冒着丝丝红光的乌云正缓缓向你飘来，里面酝酿着一股灼热的力量，是否进入？难道里面有火源？你忽然之间有些期待，随即你直接点击了进入。下一刻，一只全身通红的生物出现在你面前，火焰史莱姆，等级2，技能火球喷射。相比于之前被你射死的普通史莱姆，这只火焰史莱姆明显更为强大。在看到你的瞬间，它便张开小嘴准备向你喷射火焰，然而你的速度更快，手中的铁剑瞬间迸发，不偏不倚射中它的额头。同一时间，2团火球以不亚于箭矢的速度向你袭来，但你由于有空间背包4点敏捷属性的加成，很轻松地躲开了攻击。随后你利用敏捷优势，从3个不同方向分别朝它射了一箭。火焰史莱姆简单的大脑直接慌了神，不知道要躲哪一根。最后有2支铁剑直接插在了他的身体上，另外一支似乎触发了穿甲和强击效果，更是将其身体洞穿。但令你意外的是，火焰史莱姆被射穿的身体反而开始膨胀起来。你瞬间反应过来，这是要爆炸呀！于是立即转身就跑，直至跑回自己的土块领地才停下。随着一声剧烈的轰响，这只史莱姆直接爆成了碎片。你已成功击杀火焰史莱姆，获得经验值20。你看了眼经验条，已然达到了1级的80%，仅差20%就能升到2级。随后你重新踏入火焰史莱姆领地，只见他自爆的地方留下了几颗通红的石头和几个球体，你快速将它们收入背包中，获得4颗火石、8枚以太、17坨史莱姆粘液，同时触发出火石的图鉴，一种蕴含着灼热能量的矿石，似乎可以用来制作某种特殊装置，也可以充当点火石。对此你没有理会，而是先将这块4平米的空岛融合进自己领地中。你望着差不多扩张1倍面积的土块，心中十分满意。突然之间，你发现刚刚融合进来的领地似乎隐隐泛着红光，还散发着明显的热气。你的好奇心被激起，难道里面有什么稀有矿石？开采矿石会破坏领地面积，严重的话甚至会让领地直接变成碎片消失。但如果里面是比较珍贵的矿石，牺牲几块领地也算值得。于是你直接进入交易频道，购买了几把铁矿镐。80。随着富有节奏的口号，石块上一时之间火花四溅，很快隐藏在其中的矿石就显露出来。暗火石，一种珍稀的矿石，似乎蕴含着某种奇特的能量，能够持续散发热度，也可以为某些装置提供能量。当同一地区的暗火石达到一定数量，可能会催发出某种奇特的元素生物。你顿时恍然大悟，看来那只火焰史莱姆就是这暗火石催发的产物。当收集完这些暗火石后，你只感觉身体一阵虚弱与疲惫，这时你才意识到，空岛求生游戏入侵现实后的第一个夜晚已然悄悄降临。不知不觉间，你靠着浆果树进入了梦乡。然而还没睡多久，你就被一条好友信息吵醒：痞哥睡了没？没影响到你睡吧？你以前在寝室半夜在游戏里和人互喷，影响我的还少吗？快说啥事？嘿嘿。
嘿，我刚刚摸到了一个好东西。下一秒，你看着王刚的交易申请，直接呆愣在原地，竟然是一本叫《二重剑》的猎人职业技能书。要知道，现阶段一本技能书的价值甚至比空间背包还要高。你没有和王刚客气，直接点了接受交易，同时你心中默默记下这个人情，等有能力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还回去。随后你继续靠着浆果树进入了梦乡。次日，当你睁开眼睛时，早已是日晒三竿。你先是取出火石和木柴，在土块上升起篝火，接着拿出一块狼肉在上面烘烤。吃完早餐后，你打开了区域频道，只见上面出现了上百条私聊信息。小哥哥，空间背包能送给人家吗？大佬，我拿食物换你的金铁长弓行不？扫了一圈，你有些无语，这些人的报价没一个能看上你的。不过这才刚过完第一天，也可以理解。随后你环顾了一圈四周，发现附近的云朵几乎都被探索完成，于是你操控领地缓缓前进，准备去更远的地方探索。十几分钟后，你的前方出现一朵巨大的云朵，粗略估计足足有8平方。你直接点击进入，当云朵消散，眼前出现一片金黄的麦穗，你已获得67株小麦、14粒小麦种子，还有种子，这岂不是要开启种田模式？相对于跟怪物战斗获取资源，种田确实是一项更加安稳的发展方式，不过这并不符合你的风格。于是你打开了讨论组，哥几个，你们要农作物种子不？不要，我这连上厕所都算高空抛物的小地方，根本没空间种田，我也不要。你没有多说什么，关掉讨论组继续前行。很快你就遇到了一团巨大的乌云，里面有多个生物活动的迹象，它们似乎在守护着什么东西。多个生物说明里面的怪物不止一个，那也就意味着守护的东西极其珍贵。你立即拉开弓弦，做好战斗准备，随即点击了进入。只见里面赫然出现3道长条状身影，丛林巨蟒，等级2，技能突击神经毒素。3只蟒蛇看到你的瞬间，马上如同弹簧般射了过来。你没有慌乱，直接将弦上的铁剑射出。只见这根箭矢在即将射中其中一只时，瞬间变成了2根铁剑，正是技能2重剑的效果。2只蟒蛇被射中后，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但还有一只蟒蛇突出重围，跳到了你的领地上。你眉头紧皱，这还是第一次让怪物冲进领地，情况有些危急。就在蟒蛇距你仅剩2米距离的时候，你终于将第2支箭射出，破甲、精准2种特效同时触发，直接将这只蟒蛇死死地定在了地上。你没有丝毫停滞，立即又朝那2只蟒蛇射去，仅是几箭的功夫，它俩就没了气息，成功击杀3条丛林蟒蛇，获得经验值60，您的等级提升至2级。你握了握拳头，有些激动，因为你感受到身体充满了力量，很显然是各项属性都得到了提升。随后你走到3条蟒蛇尸体前进行分解，成功分解丛林蟒蛇尸体，获得3张1星蛇皮，获得52公斤蛇肉，获得3枚毒液胆囊。对于这些战利品你十分满意，特别是52公斤蛇肉，让你的食物储备再次达到饱满状态。紧接着你拿着毒液胆囊开始观察，毒液胆囊特殊材料，似乎是某种炼金材料，也可以直接涂抹在武器上，为武器附加神经毒素效果，这是一个好东西，不到关键时刻不能随便浪费。处理完战利品后，你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空岛，上面赫然出现一个青铜宝箱，你顿时惊呼运气不错，立马移动土块向空岛移动。怀着激动的心情，你打开了宝箱，已获得5枚灵核、9块金铁、11块稀土、300毫升水，圣职专属技能书圣光玉盒。你正准备将技能书送给王刚，却不想他先一步在群里发了消息，哥几个水都省着点用，我看聊天频道为了一点水都抢疯了，我这里还有800毫升水，谁那里缺水了说声，我这里还有500毫升水，度过今天不是问题，我也还有几百毫升，不用担心。这时你才发现，探索了那么多空岛，饮用水确实没有找到多少。你打开区域聊天频道一看，果然大家都处于严重缺水状态，也就是说，现在谁掌握了水资源，谁就掌握了整个交易频道的决定权。你暗暗给自己定下目标，今天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探索藏有水资源的空岛。随后你私聊王刚，将刚刚爆出的技能书发给了他，紧接着便控制方块移动，马不停蹄地寻找可能有水的空岛。另一边某处空岛领地内，雷维一脸阴霾地看着工会群聊，之前你让交材料交装备，大家都上交了，这是我们相信你能带领我们生存下去，现在水就是我们的命脉，大家自己都不够用。雷维知道工会的人都不想上交水资源，他虽有些不悦，但还是强忍着语气在群聊说道，陈平安，你也是我们雷氏集团的老人了，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陈平安似乎也不打算再掩饰，之前让我们交食物的时候说什么资源共同分配，其实兄弟们私底下算过一笔账，你手里起码摊了上百公斤的食物资源，现在大家都需要水，你为什么不拿食物出去换水给兄弟们？雷维再也压不住怒火，狼心狗肺的东西，赶紧滚出我们工会！此话一出，工会频道立即出现一连串消息提示，陈平安退出工会，古月方圆退出工会，唐家三勺退出工会。雷维脸色铁青，但却又无可奈何。同样的情况在大大小小很多的团队中上演，甚至有些已经出现了多方骂战，局势十分混乱。而此刻你在一大一小2朵云朵面前停了下来，大的云朵粗略估计足足有30多个方块那么大，小的则只有5、6个平方。你原本打算进入这个小云朵探索一番，因为它的危险程度并不大，但当你路过那片大云朵附近时，耳边竟然传来微弱的流水声，里面有一群堕落的存在，他们在进行某种邪恶的仪式，试图召唤某位古老的存在。是否进入堕落的存在召唤仪式？此时你陷入了纠结，这系统提示等于在说危险程度极高，根本不是你现在所能应对的。但此刻的交易频道中，水已经推到了一个离谱的价格，甚至高品质的装备和图纸都被挂了出来。你咬了咬牙道，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只要能将这个地方打下来，整个交易场就是我说了算。随后你深吸一口气，直接点击了进入，身前赫然出现几道人形生物，你瞬间认出他们是暗精灵。暗精灵是一帮邪恶偏激的生物，他们对世间一切都抱有浓重的恨意，所以
在看到你的瞬间，这群暗精灵立即拿起各自的武器，朝你冲了过来。是该死的人族，不要让他打扰君主的降临，杀了他！你并没有慌张，而是冷静地观察眼前局势。对面一共是6个暗精灵，分别是一个暗精灵猎人、2个暗精灵法师、2个暗精灵战士，外加一个暗精灵圣职。这个配置几乎没有弱点。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幸存者能在他们手下支撑2个回合。但你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那就是远超同阶的攻击力。而这些暗精灵阵容上唯一的弱点，就是没有专门的肉盾。只见你弯弓搭箭，随即射出2根泛着寒光的铁剑，同时触发强击和精准的特效。冲得最快的2个暗精灵战士，似乎没想到你居然会射出这么快的箭，情急之下只是本能的做出了躲闪。下一刻，一个暗精灵战士的肩膀中箭，另一个则是腹部中箭。2个暗精灵战士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皆是愤怒的看向你。该死的人类，我要将你剁成肉泥！然而你的嘴角却微微上扬。这2个家伙以为没被射中要害就没射，要知道刚刚射出的铁剑可是被提前抹上了蛇毒。果然仅是几秒的时间，那2个暗精灵战士便满脸惊恐。狡猾的人类，你居然在剑上抹毒！话音刚落，便双双倒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而就在这时，一根木剑和一团火球从远处射来，是暗精灵猎人和法师的攻击。他们趁你对付2个战士的时候，完成了攻击的蓄力。你连忙蛇皮走位躲闪，虽成功避开了木剑，但却被火球直接砸中胸口，身上的装备直接被炸得粉碎。替你堪堪挡下了这一击。在站起身的刹那，你手中的弓箭再次射出箭矢，直接将那名法师射穿。另外3名暗精灵直接红温，恨不得马上将你砍死。只见那个圣职高举法杖，似乎想要对那2个战士驱散毒素，然而你怎么可能让他如愿？随即又是一发2重箭射向他。圣职的血量并不高，在你强悍的攻击力面前，他宛若纸糊的一样被射穿。现在场上就剩下一个法师和一个猎人，他们似乎有些发懵，完全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但当你如鹰隼般的目光看过去时，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朝你冲来。不过他俩已然对你造不成威胁。在你的风筝战术下，战斗彻底结束，击杀6名暗精灵，获得经验120。你破坏了一座暗精灵醒刑营地，精灵族好感度+1。你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刚刚的战斗看似没持续多久，却消耗你大量的体力和精神力。精灵族好感度，那是什么玩意？思索一番无果后，你并没有纠结，而是走到那几具暗精灵尸体前尝试分解。人形生物不可分解，你可以在他们身上摸索，或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你立即趴在他们身上开始寻找，获得破损的木质板甲、损坏的木杖、损坏的长弓，获得32枚灵核，获得6滴堕落之血。堕落之血，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着背包中多出的几滴黑色液体，很是疑惑，但材料上面并没有什么注释，你索性就先放到了一边。当摸到最后1名暗精灵的时候，你的眼睛突然一亮，竟然摸出了法师的专属技能疏火球术。法师作为游戏中的常驻职业，不知道骗多少人进坑。在他们的想象中，法师能够操控雷电火焰、呼风唤雨，然而他们不知道，法师不但血量很低，初始更是没有什么攻击手段，只能拿法杖当个近战法师。想要解锁强悍的法术手段，只能购买技能书学习。所以这本火球术放在交易频道，绝对会引起诸多法师的哄抢。当然技能书只是意外之喜，眼前的这一抹小水潭才是你最初的目标。粗略估计里面至少有1500升水，你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都有点急促。发了，这下真的发了。若是放到交易频道上，能换到的资源简直不敢想象。然而兴奋之余，你却在水池中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只见里面咕嘟咕嘟的冒着水泡，时不时还有黑烟升起。你忽然想起，在进入之前，系统好像提示这群暗精灵在召唤什么东西。难道这片水池就是他们的召唤媒介？靠近一看，系统提示果然出现，被黑暗气息污染的灵泉水已无法饮用。你激动的心情瞬间转变为失望，有一种想哭的冲动。然而失落的情绪还没持续多久，水池中突然飘起浓郁的黑雾，暗精灵的邪恶仪式已进行到尾声。深渊中某位强大的存在已经受到了召唤。人类幸存者摆在你面前的有2个选择：选项1，往仪式中继续投入堕落之血，完成召唤仪式；选项2，往仪式中投入灵核，为灵泉水净化黑暗气息。请尽快做出选择。你皱着眉头暗暗思索，这可能是触发了某个隐藏任务。就在此时，那水潭冒出的黑烟愈发浓郁，并且在迅速向周围扩散。你不知道选择第1个选项究竟会召唤出什么可怕的存在，于是为了安全着想，你立马选择选项2。然而这时系统框中却出现了一连串的省略号，幸存者你错过了选择的时机，召唤仪式已完成，恶魔大军尤利乌斯即将降临。与此同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乌云笼罩，你的耳边响起可怕的呢喃与低语声，仇恨、愤怒、恐惧、怨毒，各种负面情绪如同潮水一般钻入你的脑中，极度危险。你立即操控领地想要逃离这里。只见那冒着黑烟的水潭之中，一根巨大的白骨犄角缓缓伸出。结！伟大的恶魔大军终于要从那该死的深渊之地出来了！卑贱的碳基生物们，来迎接你们的痛楚吧！你只感觉脚下的领地不断震动，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完了，BBQ 了！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你笼罩，你咬紧牙关，用尽全力操控领地逃跑，却不想身后传来一声冷笑：这里居然还有卑微的人族，就拿你当本王降临的第1个祭品吧！你听后脸色骤变，脚下的方块晃动得更加厉害。就在你以为必死无疑时，震动突然戛然而止，那恶魔大军也不再发出声音。你感觉到有些不对劲，难道对方是在酝酿着什么？于是连忙转身查看是什么情况。只见那犄角已然钻出地面20多米，这么推算的话，这头恶魔的体型至少有上百米。相比于他庞大的身躯，地面上只有4平方的召唤法阵，显得十分迷你。这家伙不会被召唤法阵卡住了吧？你下意识地把心中所想说了出来，却不想原本一动不动的恶魔犄角
角竟然颤抖了一下。渺小的人类，你岂会懂恶魔大军的伟大？闻言，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居然真的被召唤法阵卡住，现在只有一根犄角能出来。瞬间，你哈哈大笑起来，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恶魔会被召唤阵卡住出不来。恶魔大军似乎有些破防，该死的蝼蚁，别让我抓住你，否则定把你的灵魂永镇深渊，承受万年的痛楚。但此刻你已然知道他根本出不来，因此一点也不怕他的威胁，随即移动回了堕落者营地，先是对着他的犄角来了几发弓箭，发现根本无法造成伤害。随后你丝毫不理会恶魔大军的怒吼，在上面刻上了小痞到此一游这6个大字。恶魔大军这下反而沉默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片刻后，他叹了一口气道：“人类，我可以不追究你的冒犯，只要你帮我把召唤仪式清除，我可以送你一滴恶魔之血。”你装作没有听见，直接转身就走，因为你知道他现在有求于你，要尽可能的逼出更多价值。果然，恶魔大军变得急躁起来。我这里还有一把本王使用过的剑，并且刚刚本王在异空间捡到了一颗异兽蛋，都可以给你。你终于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了那根冲天的恶魔犄角。你已触发额外支线任务恶魔大军的请求。任务介绍：恶魔大军深陷异度空间，已无法入侵你的世界，只有解除召唤仪式，他才能返回深渊之中。高贵的尤利乌斯在此刻低下了头颅，请求你助其脱困。任务奖励：恶魔之血、恶魔君王大剑、未知异兽蛋，3样中任选其一。警告：该任务为非系统发布的任务，请幸存者谨慎辨别任务信息。你眼神闪烁地看着系统警告部分，难道这恶魔大军有什么阴谋？不过当你看向3个任务奖励时，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恶魔之血，高等恶魔的心头血，与之融合后更换为恶魔血统，能获得强大的恶魔之力，全属性提升10倍，升级属性提升3倍，自动转职为隐藏职业恶魔猎人。恶魔君主大剑，深渊魔器，品级史诗，附带特效王权。高等恶魔以下位阶的恶魔族生物将无法对你造成伤害，附带特效裁决，对位阶低于自身的生物造成3倍伤害。佩戴要求60级。未知异兽蛋，属性不详，种族不详，但可在异空间中穿梭，似乎具有一部分虚空的能力。此时你看着冲天的犄角，终于还是没有忍受住诱惑，决定要搏一把。但你仅存的一丝理智告诉你，不能完全相信这只恶魔的话。我可以帮你，但我要怎么相信你会不会言而无信？恶魔大军嗤笑一声，你是在怀疑本王的信誉？本王可以用真名与你签订契约，只要你解除召唤大阵，本王绝对会给你赏赐。闻言你眼睛一亮，签订契约的话应该就稳了。恶魔大军尤利乌斯用真名起誓，请求你帮忙解除召唤仪式，作为条件，你可以选择一项物品作为奖励，是否签订？你直接选择了接受，随后向恶魔大军问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解除召唤仪式？恶魔语气恢复了平静，投入灵河，净化灵泉水中的黑暗气息，召唤仪式自然便会中断。对此你没有怀疑他说的话，因为一开始的系统提示也出现了这个方法，但你还是很谨慎，选择先与召唤法阵拉开一定距离，随后将灵河绑在木剑上，一根一根的射进水池中。随着一颗颗灵河投入水池中，黑色的烟雾逐渐消散，就连那根冲天的犄角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淡，似乎马上就要消失。就在这时，你连忙喊道：先别急走啊，我的奖励呢？恶魔大军这才不情不愿道：卑贱的人类，说出你想要的奖赏吧。听闻此话，你在心中迅速分析3种奖励的优劣，一时间有些难以取舍。恶魔阴险的笑声传来：你最好快一点决定，不然等仪式消散，你就再也无法与本王通话，到时候可就不是本王违背契约了。联想到这家伙的狡猾，你咬牙做出了决定：我选择异兽蛋。此话一出，恶魔大军明显愣了一下：你确定不选本王的佩剑和恶魔之血？你很确定的点了点头：别墨迹，快给我。恶魔大军冷笑一声：如你所愿。片刻后，随着恶魔大军的消失，原本黑暗的天空重新变得明亮起来。你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如同刚经历过一番大战一般。就在此时，系统提示出现：恶魔大军尤利乌斯已返回深渊界，幸存者你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件，世界影响度增加32%，传奇点增加10。你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传奇点是什么玩意？不过对此你没有过多纠结，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此次任务的奖励。只见一颗漆黑的巨蛋悬浮在清澈的水潭之上，你迅速朝水潭靠近，随后一把将其抓在手中，已获得未知种族异兽蛋，是否开始孵化？请注意，一旦选择孵化，该异兽蛋内的生物将自动绑定为你的宠物。每个幸存者当前阶段只能够绑定一只宠物，请谨慎选择。此刻你满怀期待地看着异兽蛋，希望能给我孵化一个强大的宠物，就是条大母龙我也不介意。随后你将其放入领地中的浆果树旁，直接点击了孵化，正在孵化中，剩余时间99时59分59秒。处理完异兽蛋后，你眼神炙热地看向那片水潭，眼下全服的幸存者都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已经有不少人没有被怪物杀死，而是被活生生的渴死。现在只要将堕落者营地合并，这1500升水资源都将被收入囊中，届时我就是整个交易场最大的爹。很快你就将这片营地融合，领地成功扩大到了45平方，同时触发灵泉水的图鉴介绍，一种纯净的饮用水，里面似乎蕴含着某种生命气息，喝下后能够缓慢恢复伤势。顿时你有些激动，本以为只是普通的饮用水，没想到还能恢复伤势，这不就等于某些游戏中的回血药？要知道在这个世界，只有圣职职业的幸存者才有治疗能力，而其他职业者若是在战斗中受伤，又没有圣职的治疗，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你已经可以想象到，当灵泉水出现在交易频道上，会引起多大的轰动。想
想到这里，你立即打开了聊天频道，准备观察下当前的市场情况。然而预想中所有人疯狂求购水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反倒是都在讨论一个卖水的幸存者。你翻看了一下聊天记录，发现这个叫做暗影爬行的已经卖了7次100毫升的水，并且出价十分离谱，不是要大量食物就是要珍贵的绿色装备，这足以让大部分幸存者掏空全身家当，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争抢着购买。你冷笑一声，这个暗影爬行手上应该还有不少水资源，不过肯定没有我的多。随即你直接打开交易频道，挂了一条交易信息上去，寄售物品灵泉水，可以补充水分，而且可以恢复伤势，库存储备管够。交易条件：每一颗灵核换10毫升，每一块金铁可以换5毫升，每一张兽皮可以换100毫升。寄售人：小品。你不断输入各种材料信息，小到各种矿石，大到装备、技能书、图纸，甚至宝箱，通通都有明码标价，目的就是为了直接统治整个市场，将所有物资纳入自己的囊中，不然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并且你早就想过，即使这些材料自己用不完，也可以全部制作成装备，等以后水资源问题解决，所有人又缺装备的时候再重新卖给他们，直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果然，当寄售信息还没上架几秒钟，整个频道直接就炸了。我勒个骚刚，只要有材料就可以去换水，这是哪座山的大佛现世了吗？我再也不骂圣母了，家人们，这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此时你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刷屏，各种材料不断进入空间背包之中。短短5分钟的时间，你的金铁数量直接突破了1000，灵核数量超过了500，稀土以太等材料更是突破了3000，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增长，致使你的空间背包很快被塞满。没一会，一座座材料堆砌的小山就出现在你45平的领地上，你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难道这就是垄断的好处吗？实在是太爽了！就这10几分钟的时间，你几乎把整个区域频道上万人这2天的收获全部集中在了自己的手上。看着地上越堆越多的材料，你思考片刻后，暂时撤去了灵泉水的寄售信息。那些还没交易的人瞬间懵了，在聊天频道疯狂艾特我的好大爹啊，再卖点水吧，义父整个1314频道都靠你了呀，你不能不管我们啊！你连忙在聊天频道回复道：各位不用慌张，我只是修改下交易的条件。随即一个全新的寄售信息出现，白色品级的储物箱可以换500毫升，图纸可以换2000毫升，绿色品级的储物箱可以换2000毫升，图纸则可以直接换1万毫升。因为领地上堆放的材料太多，必须要先搞几个储物箱，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很快就有一个叫不吃香菜的幸存者联系了，痞哥哥，我这里有一张储物箱图纸，可以和你交易吗？你一看图纸信息竟然是绿色品质，于是很愉悦地和他进行了交易。随后你就准备退出聊天频道，先制作一个储物箱，却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在艾特自己，竟然正是之前威胁过你的雷维。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和你交易，你要直接拒绝？这时又有一个叫武天雷的附和道：我们雷氏集团的人都被你拒绝了，你是不想做生意了？面对他们的质问，你笑着回道：你们雷氏集团之前不是要封杀我，不跟我交易物资吗？雷维愣了一下，随即语气阴沉道：小痞，你要是不卖我们水，雷氏集团几十条人命可都要交代在你手里。你心中暗暗冷笑。1314频道的水资源虽然匮乏，但一些人手中绝对还有储备，雷维完全可以去找他们换取，只不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一些而已，就看他自己舍不舍得。于是你没有继续回复他，直接关闭了交流频道。随后你好不容易走出材料堆的包围，在2个空地上开始查看储物箱图纸。储物箱图纸制作所需材料：灵核50枚，金铁100块，密银10块，稀土100块。制作成功率10%，受神级工匠天赋影响，成功率已达100%。居然要用到密银这种材料，你摸着下巴陷入沉思。密银材料的出处比较少，除了青铜宝箱里有小几率能开出一些，然后就只能去矿洞里碰运气。你有些不确定市场上有没有，只能尝试在频道上挂出一条交易信息。然而仅是几分钟的时间，你便用2000毫升的灵泉水换到了21个密银。果然，就算再低的爆率，也总有那么几个运气好的欧皇。现在储物箱所需的材料全部凑齐，你直接点击了制作。随着耀眼的光芒闪过，你的面前出现2个精致的木箱。储物箱品质稀有，储物空间400，特效终极扩容，储物空间额外增加100。你将领地所有物品收入箱中后，继续在交易频道疯狂交易。不过这一次你更改了交易条件，只收技能书、装备以及各种图纸。当最后一笔交易完成后，你坐在地上异常亢奋，因为你成功收到3本猎人专属技能书：追风剑，射出1道急速的箭矢，对敌人造成130%的伤害；多重连射，连续射出5道箭矢，每一箭均可造成80%的伤害；翻滚，可在战斗时进行一次快速的翻滚。目前猎人未进阶前的基础技能，除了一个弱点打击外，已经全部凑齐。你将这3个技能学习完后，又把目光看向堆成小山般的装备图纸，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点击了全部学习。是时候给自己打造一套猎人专属的装备了。在材料根本不缺的情况下，你一口气做了7、8套出来，最后筛选出4件稀有品质的绿装：兽皮短裤，附带特效初级魔法对抗；兽皮短靴，附带特效疾跑，开启后10秒内奔跑速度提升50%；勇士吊坠，附带特效勇士怒吼，受到攻击有50%几率触发该状态，攻击力提升10%，状态效果持续10秒；愚者之戒，附带特效旅行者，敏捷加8。将它们一一装备上后，你的属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下次再碰到暗精灵小队就不会打得那么纠结了，因为就目前而言，你的属性足以吊打其他5级幸存者，更何况还学会了3个猎人技能。现在你的实战能力迎来一个质的飞跃。随后你继续在领地上整理材料，不知不觉间几个小时过去，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你看了看天色，思索片刻，时候不早了，今天就不继续探索其他空岛，况且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原来刚刚你在整理物资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家具制作
大权，于是决定将空荡荡的领地好好打造一番。你先是给自己做了一张床、2个枕头，还有被子，随后又添置了几张桌子、凳子等家具。忙完这一切后，你瞥了一眼易寿带，上面显示距离完全孵化剩余94小时47分32秒。随后你便不再做其他事情，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床上，看着星空睡了过去。次日，一则系统公告将你从梦中惊醒，已有区域频道2级幸存者数量率先突破1000人，领地积分榜开启。领地积分榜规则：幸存者每扩充1个平方面积的领地，获得1点积分。每个区域前100名率先达到1000积分的幸存者将获得排名奖励。与此同时，划分到不同区域的蓝星幸存者皆是一脸疑惑：领地积分榜2级幸存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是哪个区这么快？此时1314区域的人也抱有同样的疑惑。但下一刻他们就知道了答案，因1314区域已有1000名幸存者率先达到2级，所有人获得英勇奋战状态效果。积分榜持续期间，幸存者全属性增加 10%。这突如其来的系统公告，直接让你困意全无。看来我们1314区的幸存者全是干地，都是大晚上不睡觉的存在。然而你不知道的是，这一次1314区域能够领先其他区域，是因为你交易出了大量灵泉水，才让很多人重新拥有了战斗力。你马上点开区域领地积分榜查看，第1名小痞，领地积分45；第2名黑鹰，领地积分39；第3名低语者，领地积分35；第4名木瓜心灵，领地积分32。后面的这几位积分追得很死，看来他们也至少经历了数场恶斗，已经逐步适应了这个世界的节奏。随后你又继续查看领地积分榜奖励，第1名可以获得500单位的食物、200单位的淡水、1000枚灵核、1张自选紫色武器设计图、1个白银宝箱以及1张隐藏职业卷轴。你瞬间瞳孔放大，只要获得这个职业卷轴，就可以直接转职猎人的隐藏职业狂野游侠，这可是所有职业中输出最猛的职业。同一时间，其他幸存者也看到了积分榜第1的惊人奖励，纷纷为之眼红，聊天频道的信息也被刷屏。第1的奖励太狠了，直接送隐藏职业卷轴，我要是得到就好了，那以后什么空岛不能探险，楼上的别想了。没看到现在第1的是我们1314区的救星小痞大神吗？那前10名的奖励也很诱人，拿个前10也不错。与此同时，1314区几个初具规模的组织都开始了紧急谈论会，神之青羽讨论组，想必各位都看到了，前100名的奖励都很诱人，只要有几个人进入前100，我们组织所有人的生存问题就解决了。说话的正是积分榜第3的存在低语者，他是一个法师职业，所以各位还有能力的一定要多探索周围的云，以此来扩充领地，而我也会去争夺前3的位置，甚至去抢第1。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飞机男团讨论组都打起精神来，我们飞机男团已经有3人在前100榜单上了，争取再进几个，一定要让木瓜心灵老大保住前10的位置，保10望3追1。而在某个空岛领地上，一个身穿潜行者装备的男子目光阴沉，正是积分榜第2的黑鹰小痞。你很强，但是这次第1非我莫属。而此刻你也在讨论组发起了信息，哥几个看到公告信息了吗？要不冲一把干到前10？痞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现在积分才12，至于刚哥应该还有希望，他现在已经有20分，排名也在第91名。你听罢有些惊讶，没想到王刚还真有2把刷子。这时王刚也回复道，主要是痞哥给的技能书对我帮助很大，有了圣光愈合之后，我根本不怕在战斗中受伤。陈博在一旁听得羡慕不已，给我本技能书，我必定能冲到前50。闻言你咧嘴一笑，这种关键时刻可不能亏待了2位好大。随即你将交易来的圣职和战士专属技能书直接丢给了他们。王刚和陈博见状直接目瞪口呆，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痞哥，现在排行榜第1的那个小痞，不会就是你吧？你大方承认。对于2位死党并没有保留，2人闻言同一时间吸了一口凉气，都没想到朝夕相处的室友就是称霸整个区域的大神。好了，都赶紧把技能书收下吧，我们要抓紧时间冲击排行榜。灵泉水你们就放心大胆喝，我管够。对了，我还有一些用不上的装备都给你们了。随后你就关闭了讨论组。不过王刚和陈博还在聊天中，有了这些装备和技能书，我们冲击个前10应该不是问题。陈博你可要加油啊，不要给痞哥丢人。哈哈，战士是近战，我之前没装备没技能才被甩下来了，信不信我2天内超过你，你就吹吧。对了，不要告诉任何人痞哥的身份，放心我又不傻。此时你已经操控着空岛领地前行了10几公里，附近的云朵体积都相差不多，最小的有10几个平方大小，最大的则是跟堕落者营地差不多。你挑准一个湛蓝色冒着寒气的巨大云朵，准备开始探索，里面孕育着一团寒冷的气息，是否进入？你点击进入后，里面赫然出现一只通体雪白的怪物，冰霜巨熊，等级3，技能冰霜护甲，吐血球，追风剑。你毫不犹豫就是一箭射出，只见强悍的穿透力瞬间将其洞穿。冰霜巨熊吃痛的仰天怒吼，换了几件装备后攻击力就是不一样，没想到一箭就将3级怪物射成重伤状态。听着你的怪笑，冰霜巨熊的双眸中闪烁着惊恐，紧接着又是一发裹挟着风元素的箭矢射出，直接将它死死地钉在地上。你已击杀冰霜巨熊，获得经验值30，你的领地范围已扩张。融合完这个巨熊的领地后，你的领地面积已然来到72平方。随后你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去探索其他空岛，短短10几分钟，死在你剑下的怪物不计其数，你的经验值也来到了2级的 90%， 同时你的领地积分也来到了129分。我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面积突破3位数的，看看其他人什么情况。本以为会甩开其他人一大截，却不想当你打开积分榜一看，后面几人依然追得很紧。更令你意外的是，原本第4名的木瓜心灵竟然后来居上，以95积分的成绩超越了低语者和黑鹰，看来榜单的竞争很激烈啊。与此同时，1314区域频道正在发生激烈争吵，
各个势力之间为了排名的问题开启了激情骂战。当然这一切和你无关，你很快又来到一个血红色的云朵之中，迎面出现一只巨大的恶狼，只见他3双通红的眼眸死死盯着你。赤焰三头狼，一星精英生物，等级3，技能迅猛扑击、嗜血、烈焰，足足3个技能的精英生物，再加上其强悍的属性，当前阶段几乎谁碰到谁死。不过你很快意识到，这可能和探索速度有关。这只巨狼或许是这片区域最强的怪物，相当于一个区域小 boss。你不敢有丝毫大意，将仅剩不多的蛇毒涂抹在箭矢之上，随后多重连射技能发动，5根箭矢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朝他的身躯射了过去。赤焰三头狼脑袋虽多，但似乎并不怎么聪明，竟然直接无视箭矢，毫不设防的快速朝你奔袭过来。你咧嘴一笑，看来这只小 boss 根本没看得起我，认为我的攻击连他的防都破不了。事实也确实如此，5根箭矢如同射到了铁板上一样，仅只留下几道细小的血痕。几个呼吸的时间，赤焰三头狼与你的距离只剩下3米左右，你毫不犹豫转身就跑，没必要与其厮杀，现在只需要拖延到毒液发作就行。10几分钟后，赤焰三头狼终于开始出现中毒迹象，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你随即就是几发箭矢射了过去，直接将其射成筛子。你击杀了赤焰三头狼，获得经验值150点，你的等级已提升。你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嘴角微微上扬，只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然而就在此时，一则与之前不一样的提示出现，你已击杀该区域精英级怪物，现在可以去更高级别的区域探险。请注意，高级区域的怪物会更加强大，请幸存者在探索过程中谨慎选择。你看了看四周，发现远处的天空中确实多了许多云朵。原来我之前一直待在新手区，只有打败这片区域最强大的怪物后，才能去往高级地图。不过那片区域似乎最起码有4、5个小时的路程，明天再说吧。想到这里，你决定先处理击杀赤焰三头狼的战利品，已成功分解赤焰三头狼尸体，获得1张优质兽皮、104公斤狼肉、1颗野兽心脏、5瓶强者血液。优质兽皮可以用来制作蓝色皮甲装备，是个极好的材料。至于野兽心脏和强者血液你并不了解，只能先暂时存储起来。随后你望着空空如也的四周，有些失望。这赤焰三头狼的领地可真够穷的。可当你将其融合后，倒是发现了些意外之喜。只见在月光之下，有几块岩石地质的方块闪烁着银色光芒，你眼前一亮，这里面应该和上次一样，隐藏着某种矿石。随后你立马拿出铁镐，开始卖力的敲击起来，很快就出现一些银光点点的矿石，秘银矿石。进行冶炼后可提取里面的秘银。你有些疑惑，以幸存者现在的阶段，谁有冶炼设备啊？先进储物箱里吃灰吧。确定再也没有什么收获后，你打开了积分排行榜，第1名小痞，领地积分184；第2名低语者，领地积分162；第3名黑鹰，领地积分123；第4名木瓜心灵，领地积分115。你感到有些惊讶，没想到低语者和黑鹰追得那么快。不过仔细想了想，你现在除了装备是全套绿装之外，实际上与其他幸存者的属性差距并不大。随着幸存者们疯狂的探索，也会在领地中发现各种装备技能书等。在领地积分赛的刺激下，所有人的实力都在稳步提升，当然这背后的代价也十分惨重。频道上显示幸存者仅剩下9632人，这就代表这3天下来，光1314区域就有300多人失去了生命。随着遇到的怪物越来越强，这个数字肯定还会持续飙升。现在夜幕已然降临，你决定先将领地移动到那片云朵附近，明天再进行探索。现在你升到了3级，移动速度也来到了8米每秒，相当于小电动车的时速。在行驶的过程中，你还抽空扫了眼聊天频道，快看木瓜心灵大佬出攻略了。之前我就是看了他的帖子，才根据提示绕开了好几个危险的云朵。我也是多亏了他的攻略，才轻松找到了一个青铜宝箱。对此你来了兴趣，连忙点进去查看。帖子标题是警惕暗精灵小队，他也是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见状你内心放松了不少，看来现在灵泉水还能再垄断一段时间。不过这也提醒了你，随着幸存者们实力的逐步提升，很快就能凭借自身解决水源问题。那也就是说，你手中上千升的灵泉水正以一个极快的速度贬值。想到这里你不悲反喜，大家那么努力探险空岛，一定也找到了不少材料吧？这么辛苦，那么一定也很口渴吧？这时候来一口甘甜的灵泉水，不爽翻天。你不断发出阴险的笑声，眼眸中更是闪烁着兴奋的金光。你将领地中1000多升灵泉水全部上架，灵泉水的出现再次引起轰动。虽没有昨天那么激烈，但依然还是有大把幸存者愿意购买。仅10几分钟过去，你就成功支出432升灵泉水，换到了满满3个储物箱的各种材料。现在还有800多升，明天应该能再出手一次，后面应该不会再有幸存者为他买单了。不过你已经做好了下一步计划，那就是再搞一批蓝色装备图纸，利用灵泉水交换来的材料，将它们全部炼制成装备，然后重新卖给其他幸存者，开启新一轮的收割。想到这里，你呼出一口浊气，看了看天空，现在已然进入了深夜，于是决定先好好休息一番。毕竟在疲劳状态下战斗，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某座空岛内，一个手持法杖的美艳女子正在与一群丛林野猪战斗。只见她挥舞着手中的法杖，一连串的火球便发射而出，野猪们被炸得一片惨叫，空中还隐隐弥漫着烤肉的香味。此人正是神之低语的团长低语者，目前积分排行榜第2的存在。随着最后一只野猪倒下，美艳女子露出一抹微笑。这座空岛足足有12个平方的面积，又能增加不少积分。随着她将领地成功合并，排行榜上低语者的积分从164窜到了176，距离第1名仅差8分。低语者若有所思道：小痞这家伙的积分有段时间没变化，难道他睡觉去了？想到这，他嘴角微微上扬。龟兔赛跑的故事将在你我之间上演，第1名的奖励必定是属于我。
低语者说完，便操控着空岛继续奔往下一处地点。只是他没发现的是，自己的瞳孔中已经布满血丝。另一边，排行第3的黑鹰和第4的木瓜心灵也在争分夺秒的探索。次日，你刚一睁开眼，便看到讨论组有人在疯狂艾特你：“痞哥，你别睡了，快醒醒啊！你的第1没了！”我的哥呀，我们都在努力扩大空岛面积，你怎么就睡得着的呢？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吗？话说整夜不睡觉不会感到疲倦吗？这种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此刻陈博和王刚2人还在疯狂艾特你，你只能无奈回复道：“现在积分赛开启才2天，想要达到1000分取得第1还早呢，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就行了，不要为了争榜去冒险挑战那些危险的云朵。”但是陈博还是十分担心的说道：“那个低语者可是输出爆炸的法师职业，现在他坐上了第1的位置，后面想要追上去就很困难了。然而你却不慌不忙，他们这个状态坚持不了多久了，就算意志再强悍的人，也不可能不眠不休的持续高强度战斗。”王刚这时也附和道：“我前天晚上已经体验过一次熬夜狂干，第2天战斗状态就大幅度下滑，好几次差点被怪物咬死。还有我们碰到的怪物会越来越强，如果碰到打不过的就跑，一定不要冒险硬扛。现在我们都抓紧去探索吧。”与此同时，其他幸存者们也在讨论你的排名。神之青鱼讨论组那个小痞的排行榜还是没有变化，估计还在睡懒觉呢。相比之下，我们低语者老大勤快多了，就这势头必定能拿下最后的第1。低语者刚刚突破200积分，看到讨论组的聊天，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然而他刚准备在讨论组回复，却突然看见你的领地积分从184窜到了196。低语者心中一沉，意识到是你开始发力。想到这里，他深吸一口气，试图驱散全身的疲惫，将目光看向不远处还未探索的空岛。不光是神之青羽这边，所有的幸存者们都情不自禁加快探索进度，积分榜争夺进入冲刺阶段。短短1上午的时间，整个排行榜的名单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时不时有新的名字杀入榜单之中。而你经过1上午的探索，不仅没有增加排名，反而一下子掉到了第3名。当大部分人的属性追上来后，在技能装备差不多的情况下，个人战斗意识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在这方面你很明显不擅长，至少比不过那些顶尖的存在，因为他们很多人在空岛降临之前，或许就有着非同凡人的身份或特长，譬如拳击手、雇佣兵等。同一时间，交流频道也是一片唱衰的声音，纷纷嘲讽你只是碰巧获得了水资源，才在前期领先了众人，现在不过是原形毕露罢了。而作为热议对象的主人公，你却依然一脸悠哉地探索空岛。来到所谓的高级区域后，附近的云朵面积随便一个都有几十平方，里面怪物的强度也在直线上升。你没有为了争榜去冒险挑战那些大面积的云朵，而是选择稳扎稳打，专门控制领地去靠近那些10几平方的云朵。现在排第1的低语者也不过是260多分，想要达到1000分的水平，至少还要3、4天的时间，而这对于我来说足够了。话音落下，你将目光看向了领地中的某个角落。很快时间来到下午落日时分，天空忽然乌云密布，雷声滚滚。此刻所有幸存者都停下手中的动作，纷纷抬头看向天空。下一道闪电划过天际，紧接着一滴滴清澈的雨水倾盆而下，幸存者们皆是发出畅快的大笑。这一下再也不用担心水源缺失的问题，区域频道中更是热闹非凡。太好了，终于不用再去高价买小痞的灵泉水了，他出价实在太黑了。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和他交易一次，几乎要把我们2天的收获全部掏空。他也不想没了装备，我们怎么在战斗中生存？他只想着卖高价水，全然不顾我们的死活。当然，频道中也有不少明事理的人帮你说话，大家都缺水的情况下，他能拿出自己的水给大家就不错，而且也没人强迫你们买他的水，不是你们自愿的吗？此话一出，频道中再也没人谈论此事，而是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了低语者、黑鹰等人身上。因为随着你的垄断地位被推翻，又加上领地积分掉出前3，热度直接一落千丈。你自然也看到了频道中的议论，不过并没有放在心上。你会心一笑，那些家伙不会以为除了灵泉水，以后就不会在我手里买东西了吧？次日，你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逐步探索这片区域的小云朵，而你的排名也从第4掉到了第6名，与第1名低语者的差距已经高达3位数。第3天一大早，你的排名来到了10名开外，不过这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似乎一切都在众人的意料之中。至于低语者，则已经突破400分大关，位居积分榜榜首。第2的黑鹰和第3的木瓜心灵紧追不舍，所有人都在埋头探索。第3天结束，低语者积分直接突破600分，黑鹰和木瓜心灵的积分也已经突破500分。现在3人的声望急速上升，包括他们所在的团队也开始大量招人。神之低语、黄昏佣兵、飞机男团俨然已经出现3足鼎立的趋势，而你的领地积分则是456，早已跌出了前20。不过你丝毫不感到慌张，因为所有人的领地积分虽得到大幅度上升，但估计他们的身体已经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战力早已10不存1。而你一直在等待的契机也即将出现，那就是从恶魔大军那里得来的未知异兽本，现在仅剩下30分钟就能孵化出来，到那时才是你真正开始冲刺的时候。现在积分赛已经持续了4天，所有人都没日没夜的在空岛中战斗，想必他们的身体也差不多达到极限。与此同时，在其他空岛中，神级法师天赋的低语者、潜行者黑鹰、战士木瓜心灵皆是顶着充血的瞳孔，咬着牙和怪物厮杀。不只是他们，所有人都在拖着负荷的身体战斗。只见一名男子单手持剑，正在对战一只巨大野猪。他忽然感觉视线模糊，意识也不怎么清醒，仿佛下一秒就要进入沉睡。等他强行提起精神后，那只野猪不知何时已经扑到身前，直接将他从空岛中撞飞出去。同一时间，野猪领地旁一个足足500多平的空岛
轰然炸成了碎片。而领地积分排行榜上，一个名字也被悄然抹去。此时你坐在领地上，期待地看着异兽蛋上的时间进度条。从恶魔大军手里搞到的异兽蛋，再怎么说也能开出个传奇级别的宠物吧？要是一只大母龙就好了。就在这时，一条私信引起了你的注意。痞哥哥，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呀？不吃香菜？这不是之前卖我储物箱图纸的妹子吗？我今天在探索空岛的时候，发现了一张配方，我觉得你应该用得上。生命密钥配方上面记载了生命密钥的制作方法，可治疗1星生物重伤状态，治疗2星生物轻伤状态。在看到配方信息的瞬间，你的眼睛都看直了，居然是不可多得的恢复类药剂配方。要知道，目前整个1314区域还没有爆出过一瓶恢复类药剂。你强忍着激动的内心说道：“这张配方我要了，你开个价吧。”痞哥哥，你误会了，这张配方我是准备送你的呀，等你制作出来送我一点药剂就行。面对这种要求，你当然欣然接受，同时牢牢记住了不吃香菜这个 ID。下一刻，你的面前出现生命密钥的详细制作信息。生命密钥服用后可迅速恢复身体伤势，使用间隔30秒。制作所需材料：小玻璃瓶，100毫升灵泉水，10枚灵核，5根月华草，1瓶强者血液，5颗魔力结晶。你恍然大悟，怪不得他要送给我，需要的材料这么多种，估计全区域也只有我能制作出来。没有丝毫犹豫，你直接点击配方上的制作按钮。10几分钟过去，你成功制作出80瓶生命密钥。考虑到后面自己的战斗会比较多，所以就先分给了不吃香菜20瓶。随后你又看向异兽蛋的孵化进度，剩余孵化时间10秒，黑色巨蛋开始剧烈震颤，宛若有什么生物苏醒，在迫切的渴望从蛋壳里面出来一般。当倒计时来到最后1秒时，巨蛋咔嚓一声猛地裂开，同一时间你所在的区域变成漆黑一片。已成功孵化异兽蛋，宠物信息绑定成了，耗时100个小时终于出来了，究竟会是什么神宠呢？然而当你恢复视野后，你直接呆愣在原地，只见一只犬类幼崽模样的生物出现在你面前，好像是哈士奇。一人一狗四目相对，眼眸中皆是问号，你只感觉胸口阵阵作痛。本以为恶魔大军手里的异兽蛋定有不凡之处，就算不是龙这种传奇生物，起码也是比蒙巨兽、浴火凤凰之类的吧？怎么能是一只二哈呢？然而下一秒，这只犬类幼崽突然在你面前消失，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出现在你的脚边。而就在这时，你也瞥到了这只哈士奇幼崽的属性。宠物信息：虚空幽狼，种族虚空族，等级好感度100，宝石度69，成长度 S+，可通过潜能值提升宠物成长度，每1万潜能值可提升1次，当前剩余潜能值0。技能：虚无之体，受到物理或魔法攻击时，有 50% 概率闪避本次攻击。反击之刺：虚空幽狼受到每一次攻击时，都将在体内形成一根虚空尖刺，受到10次攻击后，所有尖刺爆发，每根尖刺造成 220% 的伤害。虚空之力，普攻附带虚空之力效果，敌人受到攻击后进入虚空腐蚀状态，治疗效果减少 10%， 护甲削减 5%， 最高可叠加6层，该状态无法被圣职净化技能清除。虚空闪烁，进入战斗状态后移动速度提高 200%， 攻击速度提升 100%， 暴击率提升 50%。你惊的2颗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原来你不是狗，是狼啊！犬类幼崽似乎听懂了你的话语，兴奋地摇着尾巴。你深吸一口气，心里的失望早已一扫而空，开心地摸着它的小脑袋，以后就叫你二哈了，毕竟你长得和哈士奇也没什么区别。小狼崽听到后很是兴奋，然而却没有继续让你抚摸，而是兴冲冲地扒拉起储物箱。你意识到里面或许是某样东西吸引了它，于是将所有的东西都取了出来。只见二哈没有理会那些高级物品，而是直接一口吞下1颗灵核，成功喂食宠物。二哈好感度+1，宝石度+1，潜能值+1。原来喂食1颗灵核就能获得1点潜能值，那岂不是说一口气吃1万颗，直接就能将成长度提升到 SS 级？想到这里，你直接抓出一大把灵核，全部丢给了二哈。然而二哈在吃了30多颗后，就对灵核失去了兴趣。你注意到他头顶上出现一行提示：宝石度100。对此你有些遗憾，看来快速堆潜能值这个想法不可能了。想来这也是系统的一种限制手段。不过你也没有太多纠结，朝二哈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现在吃饱喝足了，咱俩要开始干活了。10几分钟后，你的空岛领地接近了一片20平方左右的云朵，里面生活着一群暴躁的野蛮生物。是否进入？你摸着下巴思考。暴躁的野蛮生物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善茬，但你俨然迫不及待想测试下二哈的能力，于是直接点击了进入。云朵消散，里面赫然出现4只全身布满冰霜的生物。冰霜野猪，等级3，技能野蛮冲撞，獠牙顶击。4只3级生物，即使是你也需要使用风筝战术，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将它们击杀，不然一旦落入包围圈，会被这几只野猪瞬间顶死。但此刻你却准备让二哈单独战斗，用这4只野猪来检验下它的强度。作为宠物的二哈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它们冲袭而去。同一时间，二哈身上浮现一层淡淡的虚影，此刻的他少了一丝憨态可掬，多出一分让人恐惧的威严。4只冰霜野猪闪烁着猩红的眼眸，死死地盯着你这个入侵者。下一秒，一道鬼魅的身影如同闪电，从其中一只野猪脖颈处划过。这只野猪发出凄惨的嚎叫，随即应声倒地。另外3只冰霜野猪听到声音，暂时放弃了你这个人类入侵者，全部朝二哈的方向奔袭而去。看到这副景象，你有些紧张，握紧手中的长弓，随时准备出手救援。却不想二哈不仅没有感到慌乱，反而呲着牙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很快3只野猪便冲到他的身前，但二哈被撞飞的场景并没有出现。3只野猪竟然直接穿透二哈的身体，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是虚无之体，你顿时发出惊呼。作为二哈的第一个技能，虚无之体给他提供了 50% 的闪避概率，堪称概念级神技。下一刻，二哈身上闪现一抹黑光，瞬间在原
原地消失不见，再次出现，已然来到其中一只野猪脑袋前。仅是1秒钟的时间，二哈便挥出了10几次利爪攻击。只见这只野猪脸上瞬间多出无数血痕，伤口处还冒着诡异的黑色雾气。这正是二哈的第2个技能虚空腐蚀造成的效果。紧接着一声哀鸣，预示着二哈成功击杀第2只冰霜野猪。二哈在行动或进行攻击时，身上都会冒出黑光，似乎将他的速度提升了一大截，导致二哈所表现出来的实际速度远超过面板上的属性。你猛然意识到，这可能是第4个技能虚空闪烁的效果，能够直接将速度提升2倍。紧接着你便倒吸一口凉气，虚空闪烁的速度、虚空之体的闪避、反击之刺的爆发，以及虚空之力的削弱，这几个技能组合起来，等于是一个超级 Plus 版的潜行者啊！而且二哈现在才1级，后面升级还能激活更多的技能，你简直不敢想象成长起来的他会有多强悍。很快二哈便搞定了剩下的2只野猪，不过他似乎也受到了轻微的伤势，以击杀4只冰霜野猪获得经验120点，宠物二哈获得经验值80点。你连忙蹲在地上查看他的伤势，麻烦了，宠物受伤该怎么处理呢？目前具有疗伤效果的道具只有2种，那就是灵泉水和生命密钥，不过你并不确定它们对宠物是否有效果，于是就先拿出生命密钥试了一下，却不想二哈的伤势直接恢复，就连精神状态都变得更加饱满。还好生命密钥对宠物也有效果，要不然就只能靠二哈的自愈能力恢复。宠物在受伤状态，战斗力会大打折扣，严重点甚至会直接死亡。而眼下既然有能让宠物满血复活的生命密钥，你决定带着二哈疯狂战斗，先将等级提升上来。10几分钟后，你来到一个只有10几平大小的云朵，进去一看，是2只4级的黑皮史莱姆。这一次你没有让二哈单独战斗，而是选择共同出击。你使用风筝战术吸引史莱姆的注意力，而二哈则是趁机绕后给他们致命一击。没多大一会，系统的提示便传来，你已击杀2只4级黑皮史莱姆，获得经验值80，宠物二哈获得经验值60，宠物二哈已升级。你迫不及待地查看二哈的属性，直接被吓了一跳。虽然只是升了1级，但力量、精神、体质、敏捷均有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它竟然总共增加了14点属性。要知道人类幸存者们升1级增加的属性也不过只有4至6点，比二哈少了整整2-3倍。你心中激动万分，这要是继续升级下去，妥妥的大 buff 模板啊！合并黑皮史莱姆的领地后，你继续带着它探索其他空岛。二哈升到2级之后，在这些3级怪物面前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劲的嘎嘎乱杀，而你根本就没机会动手，只要在一旁负责嘎嘎即可。1小时后，你和二哈身上同时升起金光，你的等级已提升至4级，你的宠物二哈等级提升至3级。我之前升1级用了好几天，现在1个小时就又升级了。你已经记不起这是今天的第几次惊叹。升到3级的二哈，在面板属性上已经彻底超越了你这个主人，实力增长的速度堪比坐火箭一般。更重要的是，此刻你的领地积分达到了584，短短1个小时，重新杀回了领地积分榜前20。但你异常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因为此时积分榜上的第1名低语者积分早已突破了900分大关，第2名的黑鹰和第3名的木瓜心灵同样追得很死。聊天频道的内容全是3方势力的骂战，低语者老大 YYDF， 第1名非我们神之青羽莫属。那可不一定，我们飞机男团的木瓜心灵大佬可不是吃素的，他之前可是游戏职业竞技选手，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你们可曾听过黑鹰的传说？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积分榜上的3人同样神经紧绷。某座空岛领地上，低语者的眼球充满血丝，就差把萎靡不振写在脸上，但他依然麻木地挥舞着法杖，提起最后一丝精神与怪物厮杀。坚持，一定要坚持，就差最后82积分，第1就是我的了。而另一边，黑鹰隐匿在一片草丛之中，随后突然出现在一只暗精灵战士的背后，青铜匕首寒光一闪，暗精灵战士应声倒地。在没来到这个世界前，黑鹰似乎是某个特殊组织的成员，自身的战斗意识惊人。此刻他的脚下已经躺满了暗精灵的尸体，虽然很痛苦，但这种神经紧绷，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的感觉，让我仿佛回到了战场。话音刚落，黑鹰便发现这群暗精灵守护的宝箱前，竟然忽然凝聚起了一团黑色的气息。下一秒，一只长着3张血盆大口的怪物猛然乍现。5级的精英怪物吗？那就让我来试试你的实力。然而黑鹰还没来得及动手，便被那怪物抢先攻击，直接被抽飞到空岛外的100米之远。与此同时，木瓜心灵和低语者也同样碰到了不同的怪物，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十分棘手。只因每个区域的云朵数量都是有限的，想要探索更多的空岛，必须击败当前区域的精英怪物，才能进入更高级的区域。而想要突破领地1000积分，恰巧卡在第2区域的小 boss 上。就在众人翘首以盼等待最后的胜利者时，结果等了1个多小时，排行榜前3的积分似乎提前约定好一般，全部都不动了。聊天频道里很多人疑惑不解，什么情况？怎么积分榜都不动了？你们说最后的第1名会不会有变数？现在低语者的优势太大了，第1肯定是他呀。然而这时却有人不服气道，之前小痞的优势也很大，后来不是连前20都保不住。此话一出，有一些幸存者开始查看你的排名，发现竟然来到了第17名。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十分不屑，现在他才开始追早就晚了，和前3名差300-400分呢。是啊，他已经没机会了，不用再讨论他了。而另一边某座空岛内，陈博不可思议地看着你的排名，2-3个小时前不才400多分吗？怎么现在都643分了？他随即向你发起了私聊，痞哥你开始发力了。是啊，我能那么猛，全凭一样好东西。陈博一脸疑惑，还有东西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积分？但当他看到你在群聊里分享的20瓶生命密钥，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王刚这时也冒了出来，痞哥有了这东西，我感觉我冲进前20都有希望了。你排在第27名，陈博在第36名，我给你俩定的目标是前10，大家都加油冲吧。随后，在低语者3人遭遇强敌停滞不前时，你们3人的排名宛若坐火箭般飙升，如此恐怖的涨幅，自然引起了聊天频道不少幸存者的关注。小痞的排名又提升了，现在已经是13名了，好快，这才半小时不到吧，他居然已经加了70多分，不愧是小痞大神，
一出手直接刷新我们的认知。然而还是有很多对你抱有敌意的人冷笑，增长快又能如何？不还是跟低语者差了200多分？他现在冲那么快，可能只是运气好，说不定马上就要被怪物杀死了。这时候并没有人跳出来反驳，而是注意到了另外2人的变化。那个叫陈博和王刚的，竟然在半小时内也增加了40多分。分布在各处的众人皆是表情凝重，看来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大家都开始冲刺了。而此时你在某座空岛领地中，手持长弓，双眉紧皱，只见你的面前是一只巨大的棕熊，正愤怒地发出咆哮。铁背战熊，等级5，技能熊掌猛击，挥舞巨大的熊掌拍击地面，制造强大的冲击波，击飞周围敌人并造成大量伤害。铁背冲击，铁背战熊猛冲向目标，冲刺速度提升100%，命中必定触发暴击和击飞效果。狂暴咆哮，对周围敌人造成音波伤害，并增加自身50%暴击率。这么强悍的基础属性，它应该就是区域 BOSS 了。不过2哈的敏捷属性已经达到21点，再加上虚空闪烁加持的2倍移动速度，即使是这只5级的精英怪物，也完全跟不上2哈的节奏。你先是派出2哈对战熊进行骚扰，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而你自己则是将箭矢涂满毒液，对着战熊的眼睛便射了过去。却不想铁背战熊的反应极其迅速，立即用钢铁般的后背迎接这一箭，箭矢如同塑料制作的一般，直接被弹飞出去。好恐怖的防御力！你瞪大双眼，不由惊呼。这一箭没有对战熊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彻底激怒了这只庞然大物。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眼睛出现，恐怖的音波开始疯狂扩散。不好，是这只精英怪的技能狂暴咆哮。2哈快闪开！2哈的反应很迅速，你话音未落，他便已经出现在领地的边缘。还不等你松一口气，战熊不知何时已经将仇恨转移到了你身上，一双猩红的眼眸死死盯着你，你心中瞬间升起不好的预感。难道他要用铁背冲击了吗？下一刻，铁背战熊如同坦克一般，势大力沉的朝你冲袭而来。你连忙使用猎人的基础技能翻滚，堪堪躲过了这一击。就在这时，2哈又再次出现在战熊的身后，整个身体忽然长满了尖刺，这是虚空幽狼的爆发技能反击之刺。在一瞬间，10根尖刺同时爆发，恐怖的杀伤力直接将战熊洞穿，并且尖刺携带着虚空之力的效果。铁背战熊的伤口不断被腐蚀，防御力出现大幅度下滑。你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战机，直接使出自己目前最强大的爆发技多重连射。下一刻，5根涂满蛇毒的铁箭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出，这一次你的箭矢没有受到阻碍，很轻易地刺穿了战熊厚实的皮肤。你眯起眼睛，期待地看着铁背战熊的反应，却发现他依然还是生龙活虎的，动作没有丝毫的迟缓，是免疫了吗？第2区域的 BOSS 果然有点东西，居然对毒也有抗性。不过这时2哈又再次与铁背战熊纠缠起来，而你重新充当起远程火力的角色。10几分钟后，铁背战熊背上插满了箭矢，活脱脱像个大号的刺猬。你已击杀铁背战熊，获得经验值500，宠物2哈获得经验值400，你的等级提升至5级，宠物2哈的等级提升至4级。你重重呼出一口浊气，终于把它给磨死了。还好它不是6级的精英怪物，因为5级到6级是一个分水岭，无论是幸存者还是怪物，达到6级都会得到大幅度的加强。随后你扫了眼自己的属性，力量和敏捷各提升了4点，精神和体质各提升了3点，总体来说10分不错。可当你看到2哈的属性时，瞬间就不淡定了。他升1级增加的属性比你升3级还多。2哈则是有些茫然的看着，不过欢快摇动的吻了，暴露了他战斗胜利后的愉悦心情。与此同时，一则系统提示出现，你已击杀该区域精英怪物，现在可以去更高级的区域探索。紧接着，你远处的云朵数量忽然暴增，甚至有不少上千平方的云朵出现。你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看来我应该是13、14区域最先解决第2阶段 BOSS 幸存者，要不然他们的积分早就到1000了。想到这里，你激动地打开了领地积分。此时的聊天频道对于3人那恐怖的飙升速度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你没有进入聊天频道，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你刚结束一场战斗，看了看自己的排名802分，当前排名第9。这时他注意到了排行榜上一个人的名字，第17名，聪明小羊，领地积分612。聪明小羊居然也冲进了排行榜，而且排名还这么高，这让你很是意外。他一边操控着空岛向另外的云朵靠近，一边给聪明小羊发了个私聊。可以啊，排名都这么高了。聪明小羊很快回过来消息。啊，很高吗？聪明小羊像是后知后觉般说道。你赞赏道，都进前20了，很不错。真的吗？也没有那么厉害啦，嘿嘿嘿。那头发出憨憨的笑声。听到你的夸奖，聪明小羊似乎显得很是开心，然后又有些不好意思道，还是多亏你给了我那么多生命密钥，有了它后受伤也不用怕了，所以才能探索那么快。然而你却回道，不用谦虚，生命密钥只是辅助作用，真正战斗时还得凭借幸存者本身的实力。说完，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聊下去，于是问道，对了，你是选择的猎人职业吗？我是选的猎人。聪明小羊回道。你直接说道，我刚刚爆出来一张密钥配方，是增加力量的，对我们猎人职业来说也能增加不少攻击力，我给你交易过去。你给聪明小羊点了交易申请，然后他照例放上了20瓶蛮熊之力密钥。啊，这些都是给我的吗？聪明小羊语气有些不确定。你回道，是的，就当你给我那张生命密钥配方的回报。聪明小羊犹豫片刻，点了接受。他郑重地说道，谢谢你。不客气。你随口回复。交易完密钥后，你便准备关闭私聊，继续冲刺。这时聪明小羊却试探着问道，那个还有什么事吗？你问道。聪明小羊没有马上回话，像是在犹豫。片刻后，他像是鼓起了勇气般说道，那个我可以加你好友吗？说到这里，
能明显听出他话语里的紧张，像是生怕你拒绝一般。你愣了片刻，加好友的话就要知道对方的真实名字。你想了想，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于是便同意道：“可以，我叫你，你加吧。”呼，听到你同意后，他也是油然的松了口气，说道：“谢谢你。”下一刻，系统提示出现：幸存者苏小阳申请添加你为好友。原来这姑娘叫做苏小阳，这个名字，你面色有些古怪。他点了接受。苏小阳成功添加了你的好友，似乎显得十分激动。你这是说道：“我要继续冲榜了，有什么事下次再说。”我不打扰你了，加油。苏小阳开心地回道。在关闭聊天界面后，你开始了继续冲榜。与此同时，在一个面积足有600多个平方的大平台上，一位美丽的少女正呆呆地看着前方。她身着一套猎人的绿色装备，贴身的皮甲凸显出她身上傲人的曲线，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再配合那副天使般的容颜，活脱脱一副白又瘦的可人模样。此刻，少女的兽皮裙摆下，一双白到晃眼的纤细长腿俏生生的并拢，并且在来回摩挲着，颇具规模的双峰随着沉重的呼吸上下起伏，似乎十分激动。这名少女便是苏小阳，在加完你的好友后，她便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状态。原来，你的名字叫你，真是好听的名字。此时，苏小阳那精致的面容上露出一副激动的笑容。没想到，连我这种人也会有人愿意当我的朋友，真是太开心了。真想把这件事快点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会为我感到高兴的吧。因为太过兴奋，苏小阳似乎不小心捏爆了手中某样物品，一时间鲜红的血液飙起。呀！苏小阳下意识惊呼，看着手里那团某个野兽身体内的组织，遗憾道：“居然不小心把刚刚挖下来的野兽心脏捏碎了，这可是准备喂给小千的，真是可惜。”他弯了弯好看的秀眉，眼波流转，瞥到了领地中那棵苍白的树木。此树不过2米高，形似蓝星上的柳树，但却看起来却分外妖异，树皮表面苍白如纸，包括枝条也是同样的苍白。更加诡异的是，这棵小树的枝条上长满了类似动物牙齿般的倒刺。然后，苏小阳迈动他那双堪称艺术品的美腿，缓缓走到这株诡异植物的身边，轻声道：“虽然被我捏碎了，但也不能浪费呢。小千快吃吧。”话落，诡异植物的枝条开始轻微抖动，其中一根枝条缓缓伸到苏小阳身前。下一刻，枝条猛地缩了回去，苏小阳手里的野兽心脏也是不翼而飞。小千真乖，苏小阳夸奖道。眼前出现了这棵诡异妖树的信息：实心树，一星精英生物，等级 LV5， 力量25，敏捷28，精神31，体质32。技能1：剧毒之吻，实心树挥舞枝条攻击敌人，被攻击生物将进入严重的中毒状态。技能2：生命禁区，实心树释放体内气体，形成一片大范围的生命禁区，任何生命进入气体范围内都会受到多重负面状态。技能3：狂花乱舞，实心树进入狂暴状态，挥舞万千枝条，无差别攻击敌人。天赋：实心魔，实心树通过吞噬其他生物心脏，提升自身属性，吞噬的心脏越多越强，提升的属性越高。当吞噬的心脏达到一定数量，实心树将会完成蜕变。这居然是一棵精英级别的植物类怪物。实心树不仅具有3个强悍的技能，还有一个可成长的天赋技，通过吞噬各种动物的心脏提升实力。当实心树吞噬的动物心脏到达一定数量时，甚至可以完成蜕变。而这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类，它会攻击一切侵入领地的生物。但是苏小阳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把这种凶残的怪物种在了自己领地中。苏小阳的领地中种着一株妖树，而且这株妖树看起来非常听他的话。他伸出白皙的手掌，轻轻触摸实心树的枝条，然后低声呢喃道：“你知道吗，小千，今天我交到朋友了，他叫你。不要误会哦，并不是跟以前一样，我单方面觉得人家是我朋友，我们可是互相加了好友的。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展露自己的本性，在他心中，我应该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呢。如果以后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一定会尽量克制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怪毛病，不能再跟以前把他们都吓跑了。”苏小阳握紧了小拳头，暗暗给自己打气，一丝丝残留的血液从他指缝间滴落，他眼中出现了一丝憧憬，真想快点见到你呢。你……然后苏小阳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有些羞怯地低下了脑袋。此时，你已经与一片30多个平方的空岛接触，云朵散去，露出里面足足8只等级在4、5级的史莱姆怪群。战斗一开始，你便直接喝下一瓶蛮熊之力秘药，胃中忽然升腾起一股燥热的力量。这时候他很想高喊一句：“是谁的麒麟臂正在热得发烫？”咻！箭矢射出，清脆的弓弦绷紧声。这一箭比起以往更加具有杀伤力。战斗一开始，史莱姆群就蹦跳着朝他冲了过来，而这一箭直接触发了穿透效果。从第一只史莱姆的身体穿透后，于是不减，又猛地刺进了第2只史莱姆的身体中。就在这时，一阵黑光闪烁，煤球直接杀进了史莱姆怪群中。史莱姆的阵型被冲散，产生了严重的骚乱。干得漂亮！你在后方不吝赞赏。他和煤球的配合已经越来越默契。随着一支织金铁箭矢射出，
仅仅过了5分钟，他们就干掉了10来亩怪雀。与此同时，他的领地积分达到了834，再次前进1名，位列第7。10几分钟后，他领地积分达到851，再次前进3名，位列第4。整个107频道，其他幸存者们已经被震惊到无以复加。短短5个小时不到，也让他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打破极限的飙升速度。一天拼死拼活200分，不存在的。他1小时就能狂冲100分。之前一直觉得你进不了前10，连前20都困难的人，在这一刻纷纷闭上了嘴巴。聊天频道里重新有人叫起了星河大神的名号。与此同时，你还在疯狂冲刺，从850分一路飙到900分，正式压下了木瓜心灵和黑鹰，夺得第2。现在第1的低语者还是没什么动静。聊天频道彻底爆炸，太恐怖了！星河大神已经冲到了第2名，按照这个趋势，拿到第1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是啊，星神不愧是我们107区之光，前面几天只是在沉淀，今天一举爆发，直接强势反超。聊天频道里的呼声已经转向星河是否能稳稳拿下第1，但还是有一些神之青羽团队的幸存者不甘心地说道：“别高兴得太早，说不定低语者老大正在攻陷一块大面积的空岛，多耗了些时间，只要他成功，必定能直接突破1000分，拿下第1。”说的没错，之前黑鹰和木瓜心灵他们都在差不多900分这个关卡停住了，他们很可能是遭遇了什么强大的敌人。星河现在也是这个分数，接下来大概率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此人说完，一部分支持你的人重新开始紧张了起来，因为此人说的确实不无道理。然而，所谓的900分关卡对于你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早已解决了这片区域的最强怪物灰背棕熊。他的积分不仅没有停滞，反而一路高歌猛进，短短20多分钟就冲到了954分，重新夺得第1。局域网中神之青羽的人彻底闭嘴。就在众人以为你要以这个趋势直接拿下1000分夺得第1的时候，却发现他的领地积分在一个微妙的数字上停住了。第1名星河999分，距离夺得第1名的奖励只差1分，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就是故意的。聊天频道里幸存者们忽然愣住了，似乎不明白你准备做什么。明明可以直接拿下第1名，却在这时候停下了脚步。包括正在冲击排行榜的幸存者们，看着999分这个夸张的数字，在心里他们已经对第1无望。前10的那批幸存者失去了动力，一时间有些垂头丧气。积分榜的上涨趋势忽然慢了下来，而这也是你想要的效果。就在这时，又有2个名字冲入了众人的视线中。第8名孤独勇者804分，第9名云天明793分。他们2人先后杀入了前10，并且保持着恐怖的涨幅，排名还在迅速飙升。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正式突破了900分，先后拿下了第2、第3的位置。然后你的领地积分终于有了变化，从999正式突破1000，拿下了第1名奖励。1个多小时后，程建勇顺利突破1000分，拿下第2名奖励。然后便是沈云成功达到了第3名。3人以一个先后顺序直接包揽了前3奖励。107频道其他幸存者震撼万分，你已成功达到1000领地积分，当前排名1。你已获得排名奖励：食物星号500单位，淡水星号200单位，零和星号1000，自选紫色武器设计图星号1，白银宝箱星号1，隐藏职业卷轴星号1。你看着系统提示，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讨论组里，程建勇激动地嗷嗷大喊道：“卧槽，太爽了！哈哈！”还是新哥想的周到，居然故意卡在999分，让那些竞争者懵逼，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沈云这时也说道：“小勇子，这回知道了吧？听新哥的准没错，一时的优势并不能代表什么，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程建勇现在正处于巨大奖励的兴奋中，对于沈云话无比赞同，说的没错，还是新哥有远见。你笑了笑，别搁这嘎吹彩虹屁了，都看下你们的奖励吧。好嘞，2人激动回道。沈云拿了第3名，奖励10分丰厚，不仅有自选的蓝色武器，还有白银宝箱1个，以及进阶职业卷轴。程建勇的第2名奖励也差不多，除了蓝色武器外，还能额外选择蓝色护甲1件。程建勇和沈云2人十分激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查看奖励道具的属性了。在排名奖励赠送的武器中，程建勇选择了一把精良品质的碎石大剑，沈云则是选了一把金石锤，属性不错，但是都要到6级才能装备上。然后是白银宝箱，白银宝箱里面的奖励远超青铜宝箱，在现阶段获取难度极高。每一个白银宝箱周围基本上都有强大的怪物，除非你真的是那种运气极好的欧皇，才有可能在未探索的空岛中找到没有怪物看守的白银宝箱。白银宝箱里除了能开出大量的秘银、灵核和强者之血等高级材料外，还必定能开出一件蓝色装备，或者小概率出秘药配方、蓝装图纸等。2人激动地点击了开启。下一刻，程建勇兴奋地大叫道：“卧槽！战士指环图纸，蓝装！”你惊讶道：“蓝装戒指，运气这么好？”程建勇兴奋地笑道：“哈哈，
我果然是敖皇。说完，他又有些失望道：不过可惜是6级的图纸。你回道：6级也不错，再升1、2级，大家就能装备上。而且6级的蓝装会比5级以下的装备属性要强很多。此时，沈云有些沮丧道：操，我开了件6级的轻甲护腿，也是蓝装，我圣职需要重甲，又只能便宜程剑勇这小子了。轻甲，小云子快给我！程剑勇兴奋的大叫。沈云不甘心的发起了交易。片刻后，他继续说道：新哥，还有一个自选进阶职业卷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职业进阶？你有什么建议吗？他们现在在做出选择前，都会下意识咨询下你的意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感觉你比他们要更加了解这个世界的机制。你思索片刻后说道：我看游戏介绍上，圣职的进阶职业是神官和骑士，前者倾向于治疗和辅助，战斗能力不强，而后者倾向于防御和近战，相比神官多了些自保之力。这2个职业各有优劣。沈云毫不犹豫地回道：好的，那我就选神官吧。你有些意外，你考虑好了吗？神官的作战能力并不强，系统介绍说，神官在前期是一个很依赖队友的职业，要一直到3转成为主教后才会有几个输出技能。沈云肯定地回答：考虑好了就选择神官，反正以后近战有程剑勇这家伙，远程有新哥你，我就在旁边充当辅助好了。你思索片刻，不再劝说。他知道这是沈云为了他们2个后面的发展综合考虑后做出的选择。这时程剑勇问道：新哥，那我选啥？剑士还是狂战士？然而你却无语道：这种大鸡巴职业有啥好选的，反正都差不多。我擦，你居然看不起大鸡巴职业，气抖了。大鸡巴职业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程剑勇语气夸张。下一刻，他给你发起了交易申请。你接受了交易。程剑勇将刚刚开到的蓝色指环图纸交易给了你。你已获得战士指环图纸蓝 LV6， 是否学习？你点击了学习。图纸栏上终于出现了第一件蓝色装备图纸。看了看制作条件，制作战士指环所需材料：秘银星号10，灵核星号50，稀土星号100，力量结晶星号10。制作成功率 15%， 受神级工匠天赋影响，成功率已达 100%。 需要这么多秘银？你走到几个储物箱前，看了看自己的材料储备，另外3种材料都还足够，就秘银这种高端材料的储备只剩下了7个，还不够制作一件指环出来。于是他在讨论组问道：你们刚刚在白银宝箱摸到了多少秘银？都先交易给我吧，制作战士指环不够。我这里有13块秘银，我这里也有16块。2人听罢，直接给你发起了交易申请。你共获得了29块秘银，加上自己的秘银储备，堪堪足够制作3枚战士指环。这还是多亏了神级工匠天赋带来的100%成功率。要是其他幸存者，15%的成功率，足以失败的让他们怀疑人生。要知道，制作失败后可是不会返还材料的，期间的损耗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你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直接点击了制作，一阵耀眼的蓝光出现，眼前出现了一个60秒的进度条。当进度条走到底后，一枚通体银白的指环掉落在地上。你也看到了指环的属性：战士指环蓝，品质稀有，力量加12，附带特效战士之魂。战士之魂进入战斗状态时额外增加6点力量。佩戴要求 LV6， 全是力量。这枚指环的属性还真是够纯粹的。你忍不住吐槽，不过加的力量也是真多，一件装备直接增加了12点力量，再加上特效，就相当于18点力量的加成。即使是猎人职业装备后，也能提升36点攻击，甚至堪比一把主武器带来的提升。如果是给程剑勇这种力量职业，战士指环带来的提升只会更加离谱，有点强哈。你感叹，然后他又继续制作了2枚，第2枚还是一样的稀有品质，属性相差无几。而到了第3枚，你忽然发现了不同之处，这一次爆发的蓝光比之前更加耀眼数倍。你略显激动地说道：不会是……下一刻，他看到了这枚指环的属性：战士指环蓝，品质真品，力量加18，附带特效战士之魂。我擦，真品！你十分惊讶，这还是他第一次制作出真品属性的装备。在空岛乐园中，装备品质分为粗糙、普通、精良、稀有、真品、传说、史诗、神话8个等级。一般的绿色装备最多是普通品质，偶尔会出1、2个精良品质，稀有品质则是绿色装备的上限。而蓝色装备普遍也是精良和稀有品质，真品已经是蓝装的上限。一般来说，蓝色装备图纸，其他幸存者能打造出稀有品质的装备就可以烧高香了，而你的神级工匠却轻易地打造出了真品，相较于稀有品质，属性直接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就这一枚真品指环，直接提升了你近 15% 的攻击力。你把这一枚真品品质的指环丢给了程剑勇，然后又丢了一枚给沈云，没有听他们在讨论组的大喊大叫声，直接点击了关闭。一件这么高属性的6级蓝色装备，应该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冲击动力。
处理完成剑勇和沈云的排名奖励，你开始满怀期待地看向自己刚刚获得的东西，这才是本次排行榜的奖励大头。首先是那一件自选紫色武器图纸，你当然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主武器。你已获得月冕长弓图纸紫 LV6， 是否学习？是。图纸栏上也出现了第一件紫装图纸，还是自己的武器图纸。你甚至迫不及待当场制作出来。然后他看到了月冕长弓的制作条件。制作月冕长弓所需材料：密银星号100，金铁星号200，月晶石星号5，灵核星号500，稀土星号2000，坚韧受金星号1。这么多密银，你一下子懵了，疑惑道：还有月晶石又是什么玩意？我听都没听说过。材料不足，你只能将其暂时搁置。反正这个图纸也是6级的，就算做出来也装备不上，它还差50%的经验条升级，也不急于一时。在选完武器图纸后，你又开启了系统奖励的白银宝箱。当古朴的白银宝箱被打开，露出里面琳琅满目的材料，你全部收进了背包中。白银宝箱里面开出的东西与程剑勇他们开到的差不多，除了12块密银外，还有一些高端材料。在宝箱底部，你看到了一件厚实的皮质上衣，凶兽皮甲，蓝，品质精良，防御力13至17，敏捷加5，体质加2，附带特效凶兽之魂。凶兽之魂攻击时有20%的概率激活此件皮甲上残存的野兽魂魄，对敌人发出精神攻击。装备要求 LV6， 虽然只是精良品质，但属性也比我身上这件皮甲好上太多。而且最后那个特效也不错。白银宝箱的奖励不错。开完宝箱，你心满意足地看向了背包里那张黑色的卷轴，心情也随之跟着激动了起来，因为这张黑色卷轴才是本次积分榜的最大奖励。隐藏职业卷轴，你拿出了卷轴，此时系统出现提示，是否开启隐藏职业卷轴？开启后将随机获得一张猎人职业的进阶隐藏职业卷轴。随机吗？你有些疑惑，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隐藏职业，万一随机到一个垃圾职业怎么办？然后你摇了摇头道，算了，没必要纠结，就算随机到个垃圾隐藏也没关系，我还有狂野游侠这个备选方案。然后他直接点击了开启。下一刻，天空忽然黑了下来，你清晰地看到在他的领地周围出现了10几个强大的虚影，这些虚影或高或矮，身体特征不一，有的高大的如同一个10几米高的巨人，有的却矮小如侏儒，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背上或手中都握着一把长弓作为武器。下一刻，虚影开始晃动了起来，你看到他们在自己眼前迅速划过，最终定格在了一道拥有着尖尖耳朵、体型与人族差不多的虚影上面。系统提示出现，已成功随机到猎人隐藏职业卷轴精灵射手。精灵射手职业卷轴，幸存者升到10级后，使用该卷轴可以进阶为隐藏职业精灵射手，幸存者全属性增加150%，等级上限提升至20级，升级时敏捷属性将获得 1.5 倍成长。自动学习精灵射手专属技能风之感知、精灵之舞、低空飞行。好强！你惊叹道，1.5倍的敏捷成长，每升2级就相当于比其他猎人玩家多出1级的敏捷属性，还有3个专属技能。这时你忽然注意到了最后一个技能低空飞行，难道学习后就可以让幸存者飞到天上进行射击？这个想法也很有可能是真的。你震撼无比，若真如此的话，那这个职业的机动性恐怕会超乎想象，在强度上也会再度拔高几个档次。他振奋不已，这次随机到的隐藏职业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这时你又忽然想到，也不知精灵射手这个职业和狂野游侠相比哪个更强，但是目前还不知道狂野游侠的技能是什么，没有参考性。摇了摇头，你便不再考虑。处理完这些奖励，时间已经来到深夜，距离他拿到第1名奖励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这期间，随着聪明小羊拿下第4名奖励后，便再也没有人能够突破1000分。在当前阶段，5级的精英怪物就像一座大山堵在所有幸存者面前。深夜的高空中，一座足有900多个立方的空岛在急速前进。躺在这座空岛上的正是之前排名第1，现在已经被挤到第5的低语者。他此时的状态似乎极为狼狈，一身法师长袍被撕成了条状，身上遍布累累血痕，就像是被什么可怕的怪物挠过一般。然而最为严重的是他胸口上那个血洞，拳头大小的伤口看起来相当瘆人，上面还在不断往外流着鲜血，如果不尽快治疗的话，他很快就会因为重伤而死。想到这里，低语者强忍着全身的剧痛，捡起地上的小水壶就往口中灌去。水壶里面装的似乎是从你这里交易过去的灵泉水，具有一定的疗伤效果。然而一壶灵泉水喝完，低语者发现自己身上的皮外伤确实有了些许好转，但胸口上那个血洞不仅没有止住伤势，反而愈加恶化了起来。低语者咬牙，气急败坏道：该死该死该死！他妈的，那里面怎么会有一只5级的精英怪树妖？那么快的攻击速度，让我怎么打？低语者咬牙切齿，要不是那只树妖不会移动，今天就真的交代在那里了。就在这时，他收到了私聊信息，
是神之青羽团队里的幸存者发来的。月下猫，老大，我们终于联系到你了，你快1天没有回消息，兄弟们都急疯了。1天？我昏迷了这么久。低语者强忍着胸口的剧痛问道。嗨嗨，发生什么事了？难道已经有人拿下第1了？是那个黑鹰还是木瓜心灵？月下猫连忙回道，不是黑鹰和木瓜心灵，是那个星河。他只用了3个多小时暴涨了300多分，然后以一个恐怖的速度直接拿下了第1。不仅如此，第2和第3名的奖励也被人拿下了，一个叫做孤独勇者，另一个叫做云天明。聊天频道有人猜测他们很可能是一伙的。低语者听罢也是惊讶道，什么？然而他情绪刚一激动，就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低语者连忙闭上了嘴巴，同时脸色煞白。对面的月下猫明显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于是问道，老大，你怎么了？低语者擦干嘴角的血液，艰难道，先别管什么排名奖励了，我现在受了伤，很严重的伤，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什么？月下猫震惊万分，连忙问道，老大，灵泉水没用吗？低语者咬牙道，没用，灵泉水只能治疗轻伤，我现在受伤太重了，必须要更强力的恢复道具。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老猫，现在我要吩咐你一件事，你去集中整个团队资源，竭尽所能帮我寻找来一些具有疗伤效果的物品，如果没有，就去交易频道求助，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换过来。记住，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然后你去告诉兄弟们，新区域的精英怪物前所未有的强大，而且皮糙肉厚，没有恢复类道具，根本干不掉他。月下猫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马上挂断了私聊，开始迅速向团队里的成员汇报情况。然而当前阶段除了灵泉水外，其他带治疗效果的物品很少，有一些甚至还不如灵泉水的效果。月下猫着急万分，于是开始在聊天频道和交易频道同时发布了一条信息，神之青羽团队重金求购疗伤物品和药剂，愿意拿出一把蓝色大剑作为交换。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团队飞机男团也在这时候发布了同样的求购信息，不过他们的出价更加惊人，直接就是一件蓝装护腕图纸。整个107区域频道瞬间陷入了震动之中。在当前阶段，蓝色装备的珍贵性不言而喻，就连你他们在没有拿到排行榜奖励之前，也没有爆出蓝装。聊天频道里，一些幸存者纷纷议论道，两大团队都在求购疗伤物品，连蓝色装备和图纸都舍得拿出来，难道是他们的老大低语者和木瓜心灵出什么事了吗？这个猜测已经8、9不离十。虽然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心动这两大团队开出的条件，但是大家手中都没有足够分量的疗伤物品。到了后半夜，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达到900分这个关卡，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区域 BOSS。至少5级的精英怪物让他们体验到了什么是绝望。很多人的装备甚至还不如低语者他们，一个照面就被精英怪物重创或者直接身死。一些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此时纷纷在局域网里大吐苦水。妈的，这个区域的精英怪物也太恐怖了，属性那么高，还皮糙肉厚的，这让我们怎么打？楼上的我也是，好不容易拼着受伤，才对那头精英怪造成了一点伤势，结果那怪物直接狂暴，根本不给我还手的机会。别抱怨了，我们还算运气好的，能捡回一条命。你们看排行榜上已经有好多人的名字消失，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这时候他们才注意到排行榜上确实有很多人的名字已经消失，纷纷感到背后升起一抹冷气。能在遭遇精英怪物后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其他幸存者则是震惊不已。到了这时候，他们也明白了这个世界的前期地图生成机制，每个幸存者所在的区域都有一只强大的怪物，不战胜它就无法生成新的地图，也就无法突破1000分。系统把这个数据卡得死死的。这时有人问道，这个区域 BOSS 如此强悍，就真的没办法对付他了吗？按理来说，系统不会给我们设置一个前期无法战胜的敌人吧？此人问完，聊天频道里陷入沉默，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事情。这时一道虚弱的男声在聊天频道响起，嗨嗨，这位朋友说的没错，系统不会给我们设置一个无法战胜的敌人。说话的人是木瓜心灵，飞机男团的团长，之前也经常发布一些攻略贴，在107区具有不错的口碑。他一开口，其他幸存者纷纷屏住了呼吸，想听听他的见解。此时木瓜心灵道，嗨嗨，实不相瞒，我也遭遇了一头精英怪物，但很惭愧，在下也是侥幸从那头怪物手中捡回了一条性命。作为前几天一直稳定在前3名的木瓜心灵，他的实力是有的。他的话语也让其他幸存者对这个区域 BOSS 的危险度再次提升了2个档次。木瓜心灵继续道，不过这次失败也并非毫无收获，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各位所遭遇的怪物属性应该都差不多，由此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要想战胜这只5级的精英怪，至少需要一把绿色的主武器才能对它造成伤害，这是硬性条件，达不到的就别想了。如果身上有其他绿装，可以增加一些容错率，除了这些还要有不错的战斗意识。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疗伤物品，或者必须有治疗系的技能，不然怪物一狂暴，不管是谁都会难以避免的受到伤害，
没有疗伤药物，根本无法继续战斗下去。木瓜心灵说完，聊天频道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此时，其他人说道：“原来如此，这个区域的精英怪物竟如此恐怖，必须要有恢复类药物，不然根本无法通关。那星神还有孤独勇者，他们又是怎么打过去的？难不成他们手里有恢复药剂？”这人猜的没错，你身上确实有大量的生命密药。很多人也同时想到了这点，一时间，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你身上。这一晚，你的私聊信息直接爆炸，他们都在迫切地渴望着你手里的恢复药剂。次日，你刚一睁眼，就看到了数千条待处理的私聊信息，随便点开几条，他就大概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如此，看来大家都已经体会过那只精英怪的强悍了。木瓜心灵昨晚在聊天频道的一通分析，直接将恢复类药物当成了通关这片区域的硬性条件之一。这么多人私聊你，也都是想交易他手中的恢复类道具。你心里暗喜，然后低声道：“看来已经到时候了，差不多可以抛售一批生命密药作为交易。他现在囤积的材料可以制造出大量的生命密药出来。除非这时候有其他幸存者爆出了生命密药配方，那么他就相当于掌握了唯一的货源。换句话说，你再次完成了对整个107区近万名幸存者完成了垄断。想到这里，你当即决定开始制作生命密药，然后拿到交易频道进行交易。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再等等，吊107区频道的幸存者们的胃口。等出现更多的死伤，其他幸存者们对于生命密药的渴望也会更强烈，为了活命，他们也会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没这个必要，这并不是你大发善心，而是出于一种长远的考虑。按照当前趋势，他和107区近万幸存者恐怕还要相处很久，而你要想继续这种模式，就必须要有大量的幸存者帮他收集各种材料、道具。换句话说，107区这些幸存者在他眼里都是优秀的打工仔。死伤太多的话，就相当于平白失去了许多劳动力，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想到这里，你忽然笑了起来，我可真是太善良了。你一跃从自己2米宽的大床上蹦了起来，然后在足足1000平的空岛漫步，显得十分悠闲。片刻，你来到了自己的仓库区域，然后他看了看储物箱中剩余的材料储备。制作生命密药的主材料是灵泉水100毫升和灵核星耗石，现在灵泉水剩余800升，灵核剩余储备12464克。如果全部制作的话，就是8000多瓶生命密药。听起来很多，事实上，如果分到107区上万人头上，每个人连一瓶生命密药都分不到。而且，他的灵核储备也只能先制作出1200多瓶生命密药。想到这里，你直接点击了全部制作，系统提示传来：是否消耗灵泉水124600毫升，灵核12460克，月花草制作1246瓶生命密药。是。话音刚落，配方界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进度条。与此同时，他的小金库中灵核储备也是直接被清空。但你一点都不心疼，因为他有把握用这1200多瓶生命密药赚取更多的资源回来。与此同时，神之青玉和飞机男团的幸存者都快急疯了，他们的老大重伤垂死，在木瓜心灵的推断下，你手里很可能有疗伤类道具，于是他们一整晚都在给你发送私聊信息。但你那时候正在睡大觉，哪管他们那么多。看到你不理他们，这些人又在聊天频道疯狂艾特星河，星河大神快出来吧，我们老大快不行了，求你救救他。星河哥，我也受伤了，求你了。聊天频道。就在这时候，你终于出现。他笑着说道：诸位，你们的需求我看到了。聊天频道瞬间沉默了片刻，然后是铺天盖地的消息开始刷屏，他们激动地艾特着你，还有的发着语音疯狂呼喊星河二字。星神，你终于出来了，我们都快等得崩溃了。星神，救救孩子吧，浩浩不能没有爸爸。星神，众多幸存者翘首以盼，等了一晚上，终于把你等了出来，如何让他们不激动？就在这时，有人出来制止他们的疯狂，大声喊道：安静，都安静，他妈的别刷了，你们把星神的发言都刷下去，还想不想换疗伤道具了？这人的话语很有效果，聊天频道的疯狂逐渐平息下来。等到刷屏停止，你继续说道：诸位稍安勿躁，你们猜的没错，我手上确实有一批疗伤的东西，它叫做生命密药，至于效果，你们自己看。你把生命密药的属性发了上去，聊天频道响起一片吸气声。好强悍的密药，居然连这么严重的伤势都能恢复。我去，有这密药还怕什么空岛怪物？我直接化身嗑药战士，冲进怪群中杀个800回合都敢。虽然只是初级生命密药，但以当前阶段幸存者最多不过20点的体质来说，足以将其在短时间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星神，你手上这批生命密药卖吗？你回道：卖，当然卖。众人齐齐松了口气。然后又有人问道：星神，你准备什么将生命密药上架？还有就是这价格。你笑了笑，暂时不会上架，我这次会采取拍卖的模式出售我手里的生命密药。拍卖？是的。你回道：你们之中
一部分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众人有些云里雾里，但却有不少人心头一动。你也不卖关子，直接解释道，现在排行榜上还有90多个排名奖励每人领取，换句话说，谁越早跟我交易，谁就能更快击败区域 BOSS， 然后获得排行榜的奖励。话落，局域网里顿时沉默了。他们看出了你的野心，他不仅包揽了前3的奖励，现在还要操控整个排行榜前100的奖励，而你也确实有这种能力。估计就连指定奖励规则的系统都没想到，居然会被一个人类幸存者操控整个排行榜。现在前4名的奖励已经被全部领取，但即使如此，现在排行上依然还有96个奖励名额待领取。更关键的是，前5名都可以自选一把蓝色武器装备，也就是说，现在的领地积分排行榜上还有最后一把蓝色武器奖励。就在这时，已经许久没说话的低语者忽然跳出来说道：“星河，此言当真？”低语者问道：“星河，你这第一批生命密钥真的是采取拍卖的方式？”你回道：“是的，价高所得。”好，你开价吧。这第5名的奖励，我们神之青羽必定拿下。说完，低语者在聊天频道又补了一句：“还请诸位能卖我一个面子，这第一批生命密钥就不要和某抢了。”若是平时，低语者身为107区3大团队的团长，这个面子大家卖也就卖了。但现在，这可是关乎到排行榜奖励以及生命密钥这种重要道具，没有谁会轻易放弃。此时，一向低调的飞机男团团长木瓜心灵也站出来说道：“低语兄，这第5名的奖励大家也都很想要，还是按照星河兄说的，价高者得吧。”他这番话相当于拆了低语者的台。低语者冷哼一声，此时你再度说道：“那么现在开始拍卖吧。第一批5瓶生命密钥起拍价是1000颗灵核，你们也可以拿出其他物品加价，是价值决定最后给谁。你起手就是5瓶，这个数量的生命密钥相当于多出了几条命，足够他们磨死精英怪了。”话落，觉得自己有实力争榜的幸存者开始疯狂出价：1500颗灵核，外加绿装项链1件；1800颗灵核，外加密银64块；2200颗灵核。与此同时，低语者和木瓜心灵都在自己的讨论组中疯狂筹集物资。在一番夸张的出价后，最终出价来到了4000颗灵核，外加大量密银，还有其他材料。但是相比于一件蓝色武器，他们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承受，而且除了武器外，还有一张进阶职业卷轴，算起来不亏。就在这时，低语者忽然开口说道：“5000颗灵核，密银107块，金铁13000，外加蓝色板甲上衣1件。”低语者说完，聊天频道顿时出现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这个出价可以说是吓退了很多有意竞争的人。低语者拿出了蓝装，一方面是为了排名奖励，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现在身受重伤，迫切需要生命密钥恢复伤势。然而就在这时，木瓜心灵也报出了他的价格：5500颗灵核，密银132块，金铁14000，外加蓝色项链1条。聊天频道再度响起一片吸气的声音。低语者没有开口，他似乎也在考虑，再加价是不是有些不值得，自己能否回本。然而就在这时，你忽然轻笑着说道：“哦，对了，忘记提醒你们了，击败这只精英怪物后会爆到不少好东西，甚至就连密钥配方都有很大概率爆出。”话音刚落，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木瓜心灵忽然心下一沉，密钥配方一出口，足以让已经放弃的竞争者再次心动。这时，有人试探着问道：“星神，你的意思是，你的生命密钥配方也是在精英怪物身上爆出来的吗？”你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那些幸存者却在心中默认了这种说法。与此同时，低语者忽然一咬牙，再次开口道：“6000颗灵核，密银140块，金铁15000，外加初级城堡设计图1张。”他也是豁出去了，把他偶然中闯入一片神秘空岛，在里面得到的设计图都拿了出来。你眼睛一亮，城堡设计图听起来是建筑型图纸，在当前阶段还没有听说谁已经建起了领地建筑。如果没有人开出更高价格的话，那么这第一批5瓶生命密钥就落到低语者手中了。木瓜心灵此时十分纠结，但他也考虑到，为了一件蓝装再加价，是否有些划不来。你等待片刻，见没人再加价，于是说道：“那么成交。”话落，整个聊天频道许多人同时松了口气。你也展现了自己的信誉。话落后，马上向低语者申请了交易。交易窗口，此时的低语者满脸肉疼地放上大量的灵核和珍贵的密银，这几乎是他们神之青羽数百人这几天的全部收获，但现在却全部一股脑交易了出去。系统提示出现，交易成功，你已获得生命密钥星号5，你失去了灵核星号6000，密银140，金铁星号15000，初级城堡设计图星号1。低语者看着领地上5瓶翠绿的密钥，激动的眼泪都快要掉了出来。他身上的伤势已经在恶化，个人面板上状态一栏也是变成了濒死。若不是靠着不断喝灵泉水吊着最后一口气，低语者根本撑不到这个时候。他迫不及待地往口中倒入了一瓶生命密钥，胸口那看起来瘆人的伤势也终于有了好转。这一刻，低语者喜极而泣，呼，差一点就真的死了。与此同时，
你也开始了继续竞拍。虽然积分榜上蓝色装备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但其他的奖励依旧十分诱人，还有95个名额，光那一本进阶职业转职书就足以让其他幸存者冲刺一把。于是接下来的拍卖也是十分顺利，大家热情高涨，不断的拉高成交金额上限。拍卖一直持续了近2个小时，你终于将剩下的95个名额都卖了出去，而他也获得了海量的材料，其中光灵盒就有73624颗，密银1000多块，而金铁和稀土等材料直接破10万，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材料，譬如野兽心脏、强者血液、月花草等，他的储物箱再次被塞得满满当当，而他所付出的不过是480瓶生命密药，这回报率何止是10倍，说是100倍都不止。而且经过了2小时时间，许多卡在900分这个关卡的幸存者也是接连突破，不断有人突破1000分获得排名奖励。半小时后，随着第100名幸存者成功突破1000分，然后你停止了拍卖模式，而是直接将生命密药上架。相比于灵泉水这种可以1毫升1毫升交易的物品，生命密药只能整瓶交易。你设置了各种初始价格，譬如200颗灵核可以换1瓶生命密药，1块密银等于10颗灵核，1张蓝色图纸等于1000颗灵核等等。生命密药刚一上架，再次引发了疯抢。从早上起床到日落时分，你就一直在和其他幸存者疯狂交易，他整个人都处于一个亢奋状态，看着大笔大笔的材料进账，整个人都有一股无与伦比的满足感。毕竟谁又能拒绝当屯屯鼠的快乐呢？求追读，今天的追读对作者非常重要，关乎到后面的推荐，感谢各位。另推荐同类型一位老牌作者的新书《房间里的副本：经营探险类》。此时你那上千平方的领地中再次堆放了各种材料，光10几万颗灵核就堆成了一座2米高的小山，散发出的灵气几乎快变成雾状，让人闻一口就感到神清气爽。此时煤球正激动地踩在灵核堆成的小山上跳来跳去，小家伙第一次体会到被美食砸晕的快感。煤球时不时张开嘴巴吞下一大口灵核，至少有10几颗，你也放动它吃，反正以这堆灵核的数量，就算煤球吃上几年也吃不完。然而这小家伙吃了几口后就吃不下去了，他像是吃撑了一般，舒服地找了块草地往上一躺，肚皮一翻，沉沉地睡了过去。这副样子看得你嘴角抽搐不已，切，还以为有多能吃呢。你开始整理自己的收获，截止到目前，他制作出来的1200多瓶生命密药全部卖了出去，换到了大量材料。但是目前的市场依旧还有很大的缺口，这么重要的恢复道具，很多人甚至巴不得多囤几瓶，本来就不够所有幸存者分的生命密药，货源变得更加紧张了起来。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但你也是加班加点开始制作生命密药。他现在的灵核储备完全足够，于是一口气将剩下的灵泉水全部制成了生命密药。7000瓶生命密药，一瓶的制作时间是10秒钟，换算下来就是7万秒，近20个小时。你接下来一天也是啥都没干，制作出来一瓶就卖一瓶，除了偶尔休息外，他所有时间都用来跟其他幸存者进行交易了。第1个小时交易出去了600多瓶密药，第2个小时交易出去了1300多瓶密药，大笔大笔的材料不断入账。一天结束，终于在第7000瓶生命密药卖出去后，你停止了交易，因为他的灵泉水储备告罄了。800多升灵泉水制作出来8000多瓶生命密药，其中7000瓶用来交易成了各种材料。聊天频道里见到你久久没有上架灵泉水，许多翘首以盼的幸存者忽然有了些不好的预感。这时你在聊天频道拖着些许沙哑的嗓音说道：诸位，生命密药卖完了，我这里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制作不出来生命密药了。听到你这么说，那些没换到的幸存者顿时感到万分遗憾，他们之中还有好多人没换到生命密药呢。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星神，真的没了吗？你回道：是的，制作生命密药需要的一种主材料已经用完了，等以后我找到了新的主材料会再进行制作，而且我已经交易了7000多瓶生命密药，足够很多人打通当前区域 BOSS。 你们应该可以在这些 BOSS 身上爆出了一些其他的恢复类道具，基本上足够剩下的人全部打通这片区域。事实上你手上还有上千瓶生命密药的储备，但他并不准备拿出来，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以后的战斗中难免会遇到受伤的情况，到时候如果受了伤，他可不想因为生命密药不够而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界。听到你这么说，许多幸存者也是纷纷表示理解。这时有人说道：星神辛苦了，我们会铭记你的恩情。你笑着摇了摇头，只是一场交易而已，什么恩情不恩情的。然而这人却笑着道：星神还真是不坦率呢，虽然你说这只是一场交易，但其实我们都看在心里。这2天你几乎是在不眠不休的跟我们交易生命密药，间接的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包括我也是一样。此人苦笑着说道：如果没有你的生命密药，我可能已经被那只怪物杀死了。他的这番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纷纷回应道：是啊，我也是多亏了星神的生命密药才捡回了这条小命，来到这个世界太难了。我也是。说起来，星神已经是第2次救我们于水火之中了，
咱们107区大部分人都欠他一个大人情。没错，107区救星，星神当之无愧。以后谁再敢质疑他，我必定跟谁结。我宣布，星河神教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我就是第一个信徒。还有谁要加入吗？眼看他们越说越离谱，你连忙打断道：“停，都别整那些肉麻的，我只是想跟你们进行交易，换取物资，再给我玩尬的，我直接不卖了啊！”哈哈。聊天频道响起了一片笑声，你摇了摇头，正准备关闭聊天频道，而就在这时，一条私聊信息出现，对方的名字叫做旋风土豆。你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点开私聊后，旋风土豆马上激动道：“爹，我还没换到生命密钥啊！”你顿时满脸黑线。你别他妈乱喊，我什么时候有你这么大的儿子了？旋风土豆连忙说道：“星神，你不知道啊，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救了我一命，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叫你爹也是理所应当的。”见他还想继续说，你连忙点了交易申请，在直接放上10瓶生命密钥后，没有理会他那夸张的尖叫声，你直接关闭了私聊。然后你感觉到自己耳边终于安静了下来。2天来不眠不休的忙碌，此时得以放松，一阵强烈的困意和疲惫感如潮水般袭来。你摇了摇脑袋，强提了一些精神。他准备清点完此次的收获再休息，而且他还有件事没有做完。看着领地上几座小山般的材料，你的呼吸再次变得有些急促，就连困意都被驱散了许多。这下真是一次赚翻了。激动过后，你开始清点。此次交易赚取的最大头自然还是灵核，这玩意用途实在太广泛，几乎成了这个世界的通用货币。在去除掉制作灵泉水的消耗后，他一共收获了253764颗灵核。然后另外一堆比较珍贵的材料就是秘银，制作蓝装和紫装都需要用到它，后面应该也会大量用上。清点了下，一共收获了16000多块秘银。果然还是人多力量大，像他们3人拿下前3奖励，各自开了一个白银宝箱，也才凑出不到50块秘银。在与整个107频道的幸存者交易一遍后，直接收获了1万多块，赚麻了。清点完灵核和秘银的数量后，你继续清点其他的材料资源，数十万的稀土、以太，还有上万枚力量结晶、魔法结晶，以及强者之血和各种异星、野兽皮革等等。而且最关键的是，制作紫色武器月冕长弓所需要的一项关键材料月晶石也换到了20多颗。换句话说，你现在能够一次性制作4把紫色武器出来，但是它没有马上制作，因为现在等级不够，即使制作出来也装备不上。等自己升到6级后再做也不迟。然后你又将空岛领地上这些材料统统塞进了储物箱中，拥挤的空岛领地重新变得宽阔起来。你随手抓起一把小折凳放在屁股底下，然后从背包掏出一张图纸开始研究了起来。这是昨天拍卖第一批生命密钥时从地狱者手中换过来的，叫做初级城堡建造图纸。就在这时，一声奶里奶气的动物叫声响起，嗷呜！煤球忽然跳到了你膝盖上，伸出个小脑袋，似乎也在好奇自己的主人在看什么。你单手将煤球拖了起来，放到自己肩膀上，拍了拍他的小脑袋瓜说道：“先别给我捣乱，明天就带你出去活动活动。这2天你都没有探索空岛，这个好动的小家伙一身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都快憋坏了。”哦，煤球仰着头乖巧的回应。安抚完这个小家伙后，你再次看向手里的图纸，初级城堡建造图纸，领地型建筑，幸存者可在领地中建造一座初级城堡。初级城堡防御值1000，可为领地内所有防御型建筑增加 20% 防御值，所有攻击型建筑增加 10% 攻击力，所有有方单位全属性增加 10%， 空岛领地行进速度增加 10%。 建造初级城堡所需材料：石块星号100000，木材星号20000，灵核星号50000，金铁星号50000，稀土星号90000，秘银星号8000，力量结晶星号5000，魔力结晶星号5000。注意，建造初级城堡时需要领地面积至少大于1000平方米，同时至少预留不低于400平方米的空地。看着上面都是以万来计算单位的材料，你忽然意识到，这玩意很可能不是当前阶段能出现的东西。现阶段，哪个幸存者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材料？当然，除了自己。也难怪那个低语者会选择将这种图纸交易出来，因为在他的预计中，即使有神之青羽团队在背后为他提供帮助，完全凑齐这些材料也需要很久。你有些惊讶地说道：“这么多的材料，若是没有交易生命密钥之前，即使以我的储备都不够。不过，这个城堡的效果也是真的强，只要站在领地里，就能给我增加 10% 的属性。而且，这个属性增强可不只能增幅到你一个人，只要是在领地内的友方，包括宠物、召唤物、附庸单位，同样能享受到加成。只是这1000点防御值又是什么概念？能扛住精英怪物的冲击吗？”你有些不确定，但是想到自己连房子都没一座，一堆家具还只能摆在露天下，你当即决定做。不管这座城堡的其他效果如何，哪怕用来当个遮风挡雨的住所也好。想到这里，你直接把领地中心的这堆家具全部转移到一旁，留下了足够空旷的区域。下一刻，他点击了建造。
手中的城堡图纸消失，然后系统提示出现：领地建筑，初级城堡正在建造中，预计剩余时间32时59分59秒。初级城堡建造图纸已自动记录在领地功能页面中。系统提示出现后，你看到它的领地中心一大片区域被圈了起来，像是个长方形的轮廓。区域内忽然升腾起青灰色的迷雾，与此同时，它的储物箱中大量材料消失不见。然后没过多久，一座城堡的地基雏形就被搭建了起来。你大概在心中计算了下，城堡的最大直径是39米，占地大概300多平方米，并不算多大。但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住所的话，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大房子、大豪宅。若是在蓝星上建造这样一座城堡，没个几百万的资金都下不来。你满怀期待地想象着城堡完工的样子。按照图纸上的草图，这是一座比较复古的欧式建筑，分为上中下3层，每一层4个角落各有一栋外扩的塔楼，塔楼中间留有窗户。建筑正中间，一栋高数10米的塔楼矗立，顶端飘扬着旗帜。你有些激动道，终于要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期待过后，你在一旁找到了自己制作的沙发，然后直接躺了上去。紧绷的神经开始松懈，你忽然感觉到疲惫感如同潮水般袭来。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虽然收获无比惊人，但也确实累。你看着明亮的星空发着呆，微风拂过，格外舒服。煤球这小家伙不知何时也跳到了沙发上，躺在他的脚边，口中发出轻微的呼噜声。一人一狼就这样睡了过去。次日，也就是全蓝星人类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天，你刚醒，一则系统提示忽然出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系统，所有幸存者请注意，距离各位进入空岛乐园已经过去10天，你们已经初步适应了这个世界。游戏新版本已开启，新的挑战副本云朵秘境即将开放。云朵秘境为随机生成，幸存者可在区域附近找到带有漩涡标志的云朵，里面就是随机生成的云朵秘境。请注意，云朵秘境不同于其他空岛领地，进入后将会被传送至特殊场景中，每一个场景中的怪物各不相同。云朵秘境难度分为1星到5星，共5种难度，每个星级可同时进入的人数均有不同限制，星级越高代表危险度越高，请幸存者谨慎选择。当前版本最高生成2星难度秘境。挑战云朵秘境成功后，将获得包括但不限于蓝色、紫色装备、进阶职业卷轴、符文图纸、符文水晶、强者碎片等珍贵道具和大量奖励。这条突如其来的系统公告将所有人脑袋都炸懵了。聊天频道里，大家都在激动地讨论着什么是云朵秘境，以及后面的符文图纸和强者碎片是什么东西。此时，你坐回沙发上，摸着下巴思索道：云朵秘境吗？我在手机上玩空岛乐园的时候，倒是并没有这种玩法，应该是来到这个世界后新出的功能。说起来，你也并没有在手机上玩过多久。那时候他在一个神秘的网页抽到内测名额，然后就下载了安装包，总共就游玩了不到1星期，游戏人物也是刚刚升到11级，然后他就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并没有超出其他幸存者太多。作为新出的副本，这个云朵秘境里面的奖励应该不错，不过相应的也会很危险。就在这时，第2条系统提示传来：系统，所有幸存者请注意，幸存者区域保护机制已解除，区域地图已变更为开放状态。现在，幸存者们可以通过地图上的坐标找到其他人的位置。你们可以相互合作、竞争，亦或者选择拔刀相向，侵占对方的领土。请注意，当同一个区域聚集的幸存者人数过多，将会有更大概率刷出高级怪物，所遭遇的云朵怪物也会更强。同时，云朵里的怪物攻击欲望大幅度增强，他们有概率会主动出击，找到幸存者的领地实行入侵。请各位做好领地防护工作。一大串提示，每一条都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下一刻，聊天频道再次沸腾。兄弟们，看到更新公告了吗？区域保护功能解除了，这代表我们不仅可以见面，还能一起组队，甚至可以一起战斗了。我也看到了，终于不用孤军奋战了。表哥，小妹马上来找你了。这时，也有人友善地提醒道：多注意点，不要聚集太多人在一起了，不然很可能会引来高级怪物。没看到系统提示说吗？现在那些云朵里的怪物也会主动出击我们了，可要小心点，别被干掉。与此同时，他们所在的讨论组里，3人也在讨论着此次更新。程建勇兴奋地说道：兄弟们，保护机制解除了，这说明我们马上可以见面了。把你们的坐标报一下，我来找你们。沈云42156 33247 69745，你41784 24451 88647。程建勇听罢顿时惊讶道：我擦，我在42063 54223 48612，离你们有点远啊。沈云回道：是有点远，以我们现在的前进速度，赶过来的话至少要4-5天时间，而且期间还要注意避开那些云朵，所需的时间估计更久。沈云试探着问道：要不我们2个先往新哥那边赶？程建勇刚想答应，然后你却说道：先别急，不要急着赶过来，现在区域保护机制刚刚解除，
其他幸存者肯定也会跟我们抱有一样的想法。大量的幸存者到处乱窜，再加上云朵里的怪物有概率主动出击，整个区域将会变得无比混乱。沈云也明白了什么，试探着问道：“星哥，你是担心？”你回道：“是的，我担心一些图谋不轨的家伙会对其他幸存者出手。在当前大家属性差不多的情况下，如果打起来，很可能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而且，要是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那就更麻烦了。”二人听出了你话里的担忧，也知道他说的不无道理，甚至说你的担心必定会成真。别看现在的107区表面上平和，但事实上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这里可不比蓝星，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世界。为了利益，或者是为了其他幸存者手里的战利品，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程建勇这时问道：“星哥，那你这边有什么好建议吗？”你思索片刻，回道：“我的建议是，前2天我们先按兵不动，等度过了最初混乱时期，我们3个再朝同一个坐标前进，缩短汇合的时间。然后在路上遇到可以打过的云朵，就尽量去探索。在赶路的时候也要抓紧升级，但一定要小心，避开那些大面积的云朵。”二人听罢，均觉得你这个方案比较稳妥，于是同意了他的计划。而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系统第3条提示出现：公告，因大部分区域领地积分榜均已结束，现开启新的排行榜挑战。按照不同区域划分，每个区域中前100名率先达到10级的幸存者将获得排名奖励。第100至51名，奖励灵能护罩水晶塔建造图纸，初级星号1，铁甲傀儡星号5，初级领主小屋建造图纸星号1，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星号1，灵核星号1000。第50至11名，奖励灵能护罩方尖塔建造图纸，初级星号1，铁甲傀儡星号10，初级领主小屋建造图纸星号1，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星号1，灵核星号2000。又有新的排行榜奖励了。你也被这条系统提示惊住了。他看了看这些奖励物品的属性：灵能护罩方尖塔建造图纸，初级领地形建筑，建造出一座可生成灵力护罩的水晶塔，灵力护罩可抵御物理和魔法攻击，防御值为200。铁甲傀儡 LV10，普通防御性傀儡，只可在领地内活动。属性：力量53，敏捷34，精神32，体质56，技能：铜皮铁骨，火焰喷射，锯齿切割。好像属性还不错的样子。你思索道。其中那个灵能护罩方尖塔初级居然可以直接生成一个护罩，也就是说将领地给圈起来，别的人都无法进入，还可以阻挡攻击。而第二个铁甲傀儡是一种防御型傀儡，属性大概跟一只10级的普通怪物差不多，在遇到危险或者其他云朵怪物入侵时，可以帮助幸存者进行战斗。然后是第3个初级领主小屋，防御值500，可为领地内所有防御型建筑增加 10% 防御值，所有攻击型建筑增加 5% 攻击力，所有友方单位属性增加 5%， 空岛领地行进速度增加 10%。看到领主小屋的属性，你疑惑地说道：“这个初级领主小屋好像跟我的初级城堡效果差不多，但是增幅的效果却差了一大截。领主城堡的防御建筑加成是 20%， 领主小屋只有 10%， 其他增幅全部都只有一半。”你心头一动，看来初级城堡是比领主小屋更高级的建筑，也不枉他花费了那么多材料建造城堡。然后你接着看剩下的排名奖励。第10至4名，奖励灵能护罩方尖塔建造图纸，初级星号1，银甲傀儡星号1，初级领主小屋建造图纸星号1，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星号1，紫色自选武器星号1，灵核星号3000。第3名奖励灵能护罩方尖塔建造图纸，初级星号1，银甲傀儡星号3，初级领主小屋建造图纸星号1，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星号1，紫色自选武器星号1，灵核星号5000。第2名奖励灵能护罩方尖塔建造图纸，初级星号1，银甲傀儡星号5，初级领主小屋建造图纸星号1，紫色自选武器星号1，黄金宝箱星号1，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灵核星号8000。第1名奖励灵能护罩方尖塔建造图纸，初级星号1，金甲傀儡星号1，初级领主小屋建造图纸星号1，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金色自选武器图纸星号1，黄金宝箱星号1，灵核星号10000。初级传送阵建造图纸，领地型建筑，可在领地中建造。功能可以通过传送阵前往其他幸存者领地的传送阵中，传送之前需要记录幸存者的传送阵编号，只有在对方领主允许的情况下，其他幸存者才可进行传送。银甲傀儡 LV10，精英级加强型防御傀儡，只可在领地内活动。属性：力量74，敏捷53，精神46，体质71。技能：铜皮铁骨，火焰吐息，锯齿切割，重锤冲击。金甲傀儡首领级，特殊强化型傀儡，只可在领地内活动。属性：力量108，敏捷74，精神86，体质109。技能：钢筋铁骨，火焰喷射，鲜血切割，重锤猛击，金属爆破。聊天频道忽然陷入一阵沉默，然后便是潮水般的刷屏。卧槽，领主小屋、传送阵，还有这么多属性强悍的傀儡，
这随便拿个排名就赚爆了。银甲傀儡就等于一只10级精英怪的强度，那只金甲傀儡更恐怖，居然是首领级别。在当前阶段，一只金甲傀儡就可以横扫全场了吧？不止如此，还有黄金宝箱、金色武器，我的天啊！奖励太过丰盛，以至于幸存者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们甚至恨不得自己马上升到10级，拿下第1名的奖励。与此同时，107区几个初具规模的团队中再次开始了演讲。此时，地狱者在神之青鱼讨论组里率先说道：“诸位，区域保护机制解除了，我们人类单打独斗的日子即将过去，接下来是团队模式的时代。我们可以很快联合在一起，不仅安全能得到保障，更关键的是，大家以后可以组队战斗，不仅升级的速度会加快，获取的资源也会暴增。前一次排行榜失利了没关系，这一次我们神之青鱼一定要夺下名额。”讨论组其他成员纷纷高喊：“好！”众队员们热情高涨。木瓜心灵也在飞机男团讨论组里说道：“排行榜奖励非常丰厚，估计会让不少人心动。上一次排行榜竞争，我已经看出来了，咱们107区还有不少高手。而现在，游戏版本发生了改变，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创造更大的战果。这些人应该也能看出来，他们现在应该也有了加入团队的想法，所以此时正是我们招人的好时机。大家趁此机会都去聊天频道拉人，将我们飞机男团做大做强。”队员们纷纷领命。木瓜心灵所言不差，现在的聊天频道里，很多幸存者都在寻求团队加入。我们区还有哪些团队招人的？5级圣职，半身绿装球加入；4级战士，20点力量，有没有团队要我的？5级法师，你也收到了很多信息，都是邀请他加入团队的，但都被你直接拒绝。游戏版本变化了是没错，但系统也提醒过，聚集太多人可是会招来那些强大的怪物的攻击。在这种关头，先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你也开始了冲击准备。他看了看一旁正慵懒睡觉的小狼崽，喊道：“煤球，准备干活了。”煤球从沙发上瞬间抬起脑袋，高兴地跳了下来。你发现煤球经过这几天的喂养，体型明显长大了一圈，从原来只有2个巴掌大小的幼犬，变成了现在足有手臂长的小狼崽。现在的体型已经不能再放到自己肩膀上了。听到你终于要带他出去活动，煤球兴奋地在领地内狂奔了起来。10几分钟后，他们面前出现了一片足有40多个平方的云朵，系统提示出现，里面活跃着一群丛林生物，是否进入？你毫不犹豫地点了是。进去一看，是一群4、5级的野猪。以他现在的属性，再加上煤球强大的近战能力，这群4、5级的怪物已经对他造不成什么威胁。几分钟后，系统提示出现，你已击杀丛林野猪 LV 5星号8，获得经验值400，宠物煤球获得经验值320，你的领地面积已扩大。解决完这群野猪，你马不停蹄，继续开始探索其他空岛。你已击杀头弹松鼠 LV 5星号6，获得经验值300，宠物煤球获得经验值240。你已击杀钢针刺猬 LV 5星号4，获得经验值200，宠物煤球获得经验值160。你已击杀。随着一个个系统提示出现，经过1上午的探索，你和煤球身上先后升起了一道白光，终于到6级了。你语气激动，6级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代表它的等级已经可以装备凶兽皮甲，还有战士之戒这2件蓝色装备。而且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夺得领地积分榜第1名时获得的紫色武器设计图，一把紫色武器能将他的攻击提升数个档次，再加上那几件蓝装的加成，届时你的整体实力将迎来蜕变。你满怀期待地看向自己的图纸栏，紫色武器图纸月冕长弓已经显示为可制作状态。你手指颤抖地点向制作按钮，激动道：“这可是我人生中第1件紫色装备，希望属性不会差到哪里去。”然后他直接点了制作，一个120秒的进度条出现。制作紫色装备比蓝色装备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你耐心等待了2分钟后，眼前忽然出现一阵耀眼的紫光，啪嗒！下一刻，一把银白色的长弓掉落在草地上，弓身整体呈亮银色，上面雕刻着许多密纹。在弓身上，你还看到前后镶嵌着5颗钻石般的发光宝石，这应该就是那5颗月晶石。长弓的外形，光是看上去就感觉十分不凡，足有小指粗的弓弦更是将它强大的杀伤力展露无遗。你弯腰捡起长弓，冰冷的触感传来，好弓！你由衷赞叹，一把好的武器，握在手中就能感觉出它的强大威力。与此同时，眼前也出现了这把长弓的属性：月冕长弓紫 LV6， 品质真品，攻击力75至85，敏捷加10，附带特效月华流转、月之诅咒。月华流转在发动攻击时，有 50% 概率将10点精神和体质转化为敏捷属性。月之诅咒攻击时对敌人造成月之诅咒效果，治疗效果削减负 10%， 移动速度削减负 10%。月华流转和月之诅咒，你思索到，第一个月华流转特效有概率将10点精神和体质转化成敏捷，也就是说，在触发特效时，至少能给我增加20点敏捷，换算下来就是近乎40点攻击力。第二个诅咒特效
居然有削减治疗的效果，那是不是可以配合煤球的虚空之力多重削弱敌人？他记得煤球的技能里，虚空之力也可以抑制敌人 60% 的治疗效果，加上月之诅咒，直接削减 70%。想到这里，你心头振奋，这把弓属性真的不错，光攻击力就超出了他手里这把绿色长弓3倍不止，再加上额外附加的10点敏捷以及那2个特效，只要装备上，他现在的攻击力会翻上数倍。但是你在看到属性面板上那个真品品质时，忽然又有了个想法，紫色装备最高能打造出传说品质，虽说几率有点低，但以我现在的材料储备，还可以打造300月免长弓出来。你瞬间抬起头，可以一试。想到这里，他继续开始了制作。4分钟后，啪嗒啪嗒，接连2把月免长弓被打造出来，但都是真品品质，传说品质出现的概率似乎要低上很多。不过想想也是，一般的紫色装备普遍都是稀有品质，真品品质都是极少极少，而传说品质的紫装，估计这个世界的原住民都没见过2件，那是只有真正的大宗市级工匠才能打造出来的极品。你看了看图纸界面，说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份材料了，再试试吧。”他点击了制作，然而在他点击的下一刻，一阵刺目的紫色光柱忽然冲天而起，你甚至看到这根紫色光柱一直延伸至天空数百米高，周围的云朵都被染成了紫色，动静大到吓人。当这个动静出现的时候，你便知道大概率成了。这一次打造出来的月冕长弓很可能就是传说品质。在他期盼的目光中，120秒很快结束。你再次看到一把银白色的长弓出现，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把长弓的弓身上出现了点点星光，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和美感。弯腰捡起后，眼前出现了长弓的属性：月冕长弓紫 LV6， 品质传说，攻击力101至113，敏捷加15，附带特效月华流转、月之诅咒、暗月降临、传说级特效。暗月降临，传说级特效，幸存者使用月冕长弓连续击杀5名敌人后，将触发暗月降临效果。黑色的圆月照耀头顶，处于暗月笼罩范围内时，幸存者攻击速度提升 50%， 友方攻击速度提升 30%， 效果持续20秒。当暗月降临状态结束后，暗月将自动引爆，对周围敌人造成敏捷星号300百分号的伤害。卧槽！你看着最后那个特效的介绍，震撼到无以复加。50%的攻击速度提升，还能给友方提升 30%， 效果结束后还有范围伤害，这就是传说级别的特效吗？恐怖如斯！你迫不及待地将其捡起，惊喜道：“以这把长弓的属性，恐怕一般的金色装备都比不上它。”你说的没错，同等级的金色装备属性也只是比紫色装备强上 20%， 而真品到传说的跨越可远不止 20% 的强度。再加上那个传说级的特效，这把月冕长弓足以吊打同等级的金色装备。此时，这把银白色长弓上散发着温和的月光，你隐隐觉得拥有暗月降临传说级特效的月冕长弓，似乎才是它的完整形态。你毫不犹豫地将这把传说品质的月冕长弓装备了上去，然后又把力量指环戴进了另一只手上。再就是把陪伴了自己许多天的蟒皮大衣脱掉，换上了暗黄色的凶兽皮甲。一时间，属性大幅度暴涨。他扫了一眼自己的个人面板，姓名你，种族人族，职业猎人，等级 LV6， 力量10+20，勇士吊坠+6，旅者之戒+2，力量指环+12，敏捷15+32，空间背包+4，兽皮短靴+6，旅者之戒+2，凶兽皮甲+5，月冕长弓+15，精神9+8，旅者之戒+2，勇士吊坠+1，精神+5，体质12+13，空间背包+4，勇士吊坠+2，旅者之戒+2，凶兽皮甲+5。注：幸存者最高可同时佩戴2枚指环，1条项链。这属性，恐怕那些5级的精英怪都没我高了吧？你看着自己的面板，激动道：“我真特么牛逼！5级到6级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这属性提升真是嘎嘎猛。”与此同时，升到5级的煤球属性也得到大幅度增强，敏捷属性已经突破了30，加上虚空闪烁的 200% 速度加成，即使是现在的你也追不上它。实力变强后，你决定探索附近更加强大的空岛。在前方不远处，他看到了一片足有100多个平方的云朵。你操控着自己领地靠近，系统提示出现，里面聚集了一群阴暗的穴居生物，数量众多，是否进入？穴居生物是什么新种族吗？带着好奇心，你点击了进入。云朵消散，里面赫然露出一个凌乱的营地，上面扎着几个破旧的帐篷，地面上凌乱地摆放着木材堆、铁锅、武器架等工具。而在营地中心，一群绿皮生物正点燃柴火，一口大锅沸腾，里面不知煮着什么东西。当看到人类闯入时，这群绿皮生物瞬间转过身子，你对上了他们的目光，凹陷的瞳孔、尖锐的獠牙以及那尖尖的耳朵，这些身体特征让你脱口喊出了他们的名字。哥布林！你没想到，在这个世界还能看到这种游戏里常见的生物，眼前也出现这群哥布林的属性。哥布林战士
异形生物，等级 LV6， 力量31，敏捷25，精神13，体质27，技能兽锤猛击上调。哥布林巫师，异形生物，等级 LV6， 力量14，敏捷18，精神35，体质18，技能大火球黑暗心灵之术。哥布林刺客，哥布林监工，哥布林杂役，一共8只哥布林，其中6级的哥布林职业者有4只，外加1只7级的哥布林监工，以及3只5级低哥布林杂役。这个配置很强，而且数量众多。幸存者升到6级后会实力暴增，同样的，怪物的属性也会得到大幅度增强。即使以你现在的属性，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发现你的瞬间，这群哥布林便通红着眼睛，高举手中的武器朝他冲过来。与此同时，一旁的哥布林刺客晃了晃手里的匕首，消失在了视线中。好，哥布林战士率先发动冲锋，如一头失控的公牛横冲直撞，转瞬间就来到了你的身边。好快！你惊讶不已，他连忙就地一个翻滚，躲过了哥布林战士的冲锋，然后利用自己近50点的敏捷属性迅速拉开距离。而就在这时，一道寒光闪过，哥布林刺客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你背后，脖子处一抹凉意袭来。我擦，有老六！你瞬间感觉到头皮发麻。身为猎人职业，被一个刺客近身是很危险的事，更何况现在还是处于以多打少的状态。他都已经从背包里掏出一瓶生命秘药，准备挨刀后马上嗑药了。就在这时，一道黑光瞬间闪过，扑到了那只哥布林刺客身上。嗷呜！煤球一声愤怒的咆哮，似乎对于这只哥布林刺客偷袭你的行为十分生气。唰唰，煤球的爪子划过哥布林刺客的面庞，瞬间带走一片血肉。好！剧痛袭来，哥布林刺客痛呼一声，瞬间转过身寻找罪魁祸首的身影。你眼睛一亮，手中的长弓拉开，技能追风剑发动。而就在箭矢即将射出时，你忽然将准头下移了半分，对准了哥布林刺客的菊花修。这一箭快到极致，再加上如此近距离下，哥布林刺客断没有躲开的可能。你听到了箭矢刺入后那种撕裂肉体的声音，哥布林刺客浑浊的眼睛猛然瞪大，然后不敢置信地回头看了看自己屁股后面那根已经进去了一半的箭矢。下一刻，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嚎声响起。嗷！这声惨叫让其他哥布林都懵了，他们甚至忘了继续攻击的动作。你高兴地拍起了手，大笑道：哈哈哈，让你个狗日的当老六！不等这只哥布林刺客反应过来，第二根箭矢已经猛地射出，直接命中了他的后脑勺，贯脑而出。你眼神冰冷，解决掉这只哥布林刺客后，再次拉开弓弦，对准了其他哥布林。此时，剩余低哥布林似乎也反应了过来，一颗大火球猛地朝你砸了过来。与此同时，又有2只哥布林战士从不同角度向自己冲来。然而，你本身的敏捷属性就比这群哥布林要高，稍微一侧身就躲过了火球攻击。煤球刚准备拦截，却被你发布了新的指令：煤球，你去对付那个后面的哥布林，这2个家伙交给我。煤球接到指令，身上黑光一闪，直接冲进了哥布林法师面前。哥布林监工见状，高举兽骨大锤，猛地朝煤球砸去。与此同时，另外3只哥布林杂役也被煤球吸引了过去。煤球以1敌5，你这边压力骤减，他的敌人只剩下那2只6级低哥布林战士。在度过了一开始的混乱后，你也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他猛地往口中灌入一瓶蛮熊之力秘药，力量暴涨。咻咻，技能2重箭发动，2箭射出，一箭命中了哥布林战士的右腿，另一箭命中了另一只哥布林战士的肩膀，他们的冲锋被迫中断。然后你后撤半步，做好了攻击姿态，技能多重箭发动。而且与之前不同的是，你忽然感觉到这一击发出的瞬间，身体中似乎有一团强大的力量出现，是月冕长弓的特效，月华流转触发了。你瞬间意识，同时心里一喜，这次的多重连射将前所未有的强大。夺，箭矢接连射出，一声声仿佛穿透牛皮的声响传来。下一刻，这2只哥布林战士的心脏上和胸口上各插了2-3根金铁箭矢，心脏被穿透，哥布林战士瞬间暴毙。月冕长弓的强大攻击力初次展露威能，解决掉2只哥布林战士。营地中还剩下5只哥布林。煤球独占哥布林监工和哥布林巫师，将自身那恐怖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剩下3只哥布林杂役拿着手里的木棍胡乱挥舞，但以他们的属性却根本摸不到煤球的一根毫毛。看到煤球在5只哥布林之间来回闪烁，不断用他那稚嫩的爪子对他们造成伤害，你当即决定先干掉那3只哥布林杂役，让煤球再单独战斗一回。反正以他的属性，再坚持一段时间不难。咻，3箭齐射，3只哥布林杂役统统中箭，被你吸引了过来。然而此时你的攻击力已经远超这些5级怪的承受上限，哪怕没有命中要害，每一箭也是对他们造成了重创。10几秒后，3只哥布林杂役倒地，你欣喜地说道：哈哈，还是软柿子好捏。而就在这时，
原本明亮的天空忽然黑了下来。你下意识抬起头，忽然看到头顶上空一轮黑色的圆月出现，头顶一轮暗紫色圆月高悬，暗紫色圆月似乎吸收了绝大部分光线，将整片营地都变成了暗紫色。传说级特效，暗月降临，触发条件就是连续击杀5名敌人。这一刻，你感觉到自己的双手被一股奇异的力量包裹，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攻击速度变快了，而且受到增幅的不止你，还有正在战斗的煤球。当暗月之力出现，煤球的攻击速度忽然暴涨，它的力量虽然只有10几点，伤害相对薄弱，但此时煤球却让你见识到了什么是快到极致的攻击速度。黑光接连闪过，哥布林巫师和哥布林监工的身上不断多出密密麻麻的血爪印，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怪物在不断啃食他们身上的血肉。10几秒不到，这2只哥布林身上便多出了上百道血痕，全身上下血肉模糊。而就在这时，当暗紫色圆月出现第20秒，暗紫色的月亮表面忽然出现了道道裂痕。你知道这个传说级特效的最强一击要来了。当暗月降临状态结束后，暗月将自动引爆，对周围敌人造成敏捷星号300百分号的爆炸伤害。果然，下一刻暗紫色圆月陡然爆炸，恐怖的暗月之力从天而降，开始肆意的宣泄。这2只哥布林本就被煤球造成了不少伤势，此时更是如遭雷击。嗡！整个营地如同被狂风席卷过一般，暗月之力开始疯狂肆虐。当暗月爆炸的余波消散，系统提示也随之出现：已击杀哥布林战士、哥布林巫师、哥布林监工，获得经验值1200，宠物煤球获得经验值960。升到6级后，所需要的经验值更多，但相应的击杀6级的怪物获得经验值也会变多。然而此时的你还沉浸于那个传说特效的强大效果中。他惊呼道：卧槽，这就是传说级别的特效吗？太特么酷了，直接影响环境变化，在战斗时甚至能召唤出一轮月亮，简直是装逼神器。再加上这个特效最后1级的伤害也不俗，还是范围伤害，可以当个清场技能使用。你内心欣喜不已。试验完暗月长弓的特效后，你便准备将这座哥布林的营地合并到自己的领地中，足有100多个平方的空岛，能将它的领地面积直接增长1/10。系统提示出现：你已成功合并哥布林营地，你的领地面积已扩张，已获得了领地资源：肥沃的泥土星号18，简易帐篷星号7，铁锅星号2，铁勺星号7。后面的这些领地资源大部分都是这群哥布林制作的一些简易工具，这其中隔个10几米就有一块区域散发出臭烘烘的气味。你满脸恶心道：擦，这群哥布林真不讲卫生，特么的随地大小便。他十分嫌弃的将这10几块领地分离了出去，连同这些哥布林使用过的工具一起丢了出去。处理完这些后，你便准备前往下一个云朵探索。就在这时，你忽然看到远处有一座大型空岛朝自己这边迅速接近，你瞬间打起了精神，谨慎地观察这座足有上千平方的空岛。他发现这座空岛上面没有云朵覆盖，那么说明这应该不是怪物的领地。不是怪物，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这座空岛是其他幸存者的领地，而且对方的目标也明显是朝自己而来。冲我来的吗？你提起了警惕。虽说大家都是从蓝星降临过来的幸存者，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可不想没死在怪物手里，反倒死在了同类的手中。你赶紧让煤球躲到了沙发底下，自己则是做好了战斗准备。现在大家的空岛都没有防御设施，相当于一个大开门的状态，别人一眼就能看到你的空岛里有什么。不过好在你事先搭了几块木板，将自己的储物箱都盖住了，别人也看不出什么。不然在当前阶段，那些幸存者们看到你的领地中有10几个大箱子，很难不会起什么疑心。10几秒后，对面直奔自己而来，在2座空岛领地相距不到30米的地方，对方忽然停了下来。你看到对面有一道人影出现，并且站在领地边缘，朝自己挥了挥手。思索片刻，你也走上前去，想看看对方准备做什么。这时他也看清了对方的面容，那是一个身穿半套绿装轻甲，手里拿着一把金铁大剑的男性，年纪不大，20出头的样子。看到你，对方似乎显得极为兴奋，他挥着手喊道：兄弟，看我看我。你皱了皱眉头，也朝着他挥了挥手。在得到你回应后，对方似乎十分兴奋，他激动道：太好了，终于看到活人了。这个年轻人说着就再次操控空岛靠近。而就在这时，你忽然开口：站住。那名年轻人明显听出了你语气中的冷意，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像是明白了什么。他苦笑道：兄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好几天没看到同类，有些太激动了，你别误会。你此时也能隐隐感觉到这名男子确实没什么恶意，但他依旧保持着警戒心，点了点问道：有什么事吗？那名年轻人见到你态度有所缓和，连忙道：没啥事兄弟，就是想跟你认识认识，如果可以的话一起交个朋友，后面也好照应。说到这里，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实话，来到这个世界后一直面对那些怪物，都快把我搞得精神崩溃了。你摇了摇头，交朋友的话就不必了，现在大家都自身难保，也没办法照顾其他人，
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和实力。我还要去练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你说完，转身就要离去。那名年轻男子连忙道：“哎，兄弟，先别急着走。我叫泡泡鱼，真名楚鱼，新阳市本地人，5级战士。我看你身上装备不错，领地也蛮大的，要不要一起组个队？”说完，他满怀期待地看着你。你这时也弄清楚了他的目的，原来此人是看到区域保护解除，便迫不及待地寻找其他幸存者组队来了。这个叫做楚鱼的年轻人继续道：“兄弟，你放心，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点自信的，一起组队的话，绝对不会拖累你。”你思索片刻后，摇了摇头道：“不了，我现在也没有组队的想法。”你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对方也不知道，他就是107区那个比较有名的星河。听到你拒绝，这个楚鱼有些不理解地问道：“兄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不好生存啊。现在聊天频道很多人都在共享自己的坐标，寻找附近的人组队，但是这个世界好像有点超乎想象的大，2个人也很难碰到一起。我觉得要不咱俩……”他似乎还想再争取一下，然而你依旧摇头道：“不必了。”楚鱼欲言又止，但联想到你的态度，于是叹了口气道：“那好吧，我去找下一个人，你自己要小心点。”你点了点头。楚鱼转身操控着空岛领地缓缓远去，在离开前他说了一句：“对了，提醒你一下，有人在聊天频道说他发现了一个2星秘境，坐标位置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也是看到信息才往这边赶的。不过那个2星秘境要5个人进入，现在很多人都在朝那里赶，寻求组队。我看你身上装备好像不错的样子，如果有意向可以去看看。”你点了点头，道了声谢。等这个楚鱼走后，你思索道：“2星秘境吗？系统公告上说，现在开放的最高难度秘境就是2星，以现阶段这些幸存者的实力，恐怕很难将其攻克，还是抓紧升级吧，至少先把煤球带到6级。”想到这里，你让沙发底下的煤球出来。他可是记得煤球的技能面板上还有2个待解锁的技能，其中那个虚空汲取技能到6级就能解锁，另外一个虚空狂潮则是要到10级才能解锁。煤球的前4个技能已经让你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神技，这个虚空汲取必定也不会弱到哪里去。你深吸一口气，心中再次充满了练级的动力。领地开始继续前进，以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你发现即使领地面积到了这个规模，在前进时也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就仿佛它的速度是恒定的，不受重力的影响，除非中途遇到什么阻碍，这个速度才会降下来。这种现象明显是违背科学的，但是都已经到了这种魔幻的世界，还讲究什么科学？就在这时，煤球身上忽然黑光一闪，瞬间来到了领地边缘。你疑惑地看过去，在前方几公里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面积只有10几平方的云朵，但与其他云朵不同的是，这团云朵外面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云朵秘境，云朵秘境！你脱口而出，能在这里碰到一个云朵秘境，也算是运气不错。你操控空岛，逐渐向这个云朵秘境靠近。接近后，他看到了在这个漩涡上方出现一颗星星，这代表了秘境的难度。1星秘境吗？你操控着空岛贴近漩涡边缘，此时系统提示出现：1星云朵秘境失落宫殿，难度中等，可进入人数1至2人，建议等级6至10级。是否进入？失落宫殿要进吗？你犹豫了片刻，虽然只是1星秘境，但难度肯定是有的。上面的建议也是1至2人进入，如果有个同伴的话，危险性会降低许多。这时候你忽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回头找那个楚鱼组个队？然而他很快摇了摇头，自己身上有很多特殊的东西，譬如空间背包，譬如 S 加成长度的煤球，以及传说品质的紫装。这些东西任何一件都足以让其他幸存者眼红，要是跟别人组队的话，就不可避免的会暴露。如果是认识的人还好，要是不认识的人把自己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大肆宣扬，那么他将会受到很多人的觊觎。在没有把领地防御工事建立起来之前，你决定不冒这个险。这时你忽然想到了什么，摸着下巴思索道：系统的建议是1至2人，这个标准不知道有没有把宠物算进去。在当前阶段，除了我之外，应该也没有其他幸存者拥有宠物。这么想来，煤球的战力应该是没被算进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现在的实际战力也是相当于2个人，而且煤球的实力可比一般的幸存者强悍太多，有他辅助，比跟其他人组队发挥出的效果更好。你眼睛一亮，觉得有戏。一番综合考虑下来，这个秘境自己可以挑战。于是你把煤球换到了身边，点击了确认。下一刻，漩涡忽然发出微光，传送门开启，然后他带着煤球踏入了漩涡之中。在踏进漩涡的那一刻，你便感觉到眼前的世界在摇晃，画面天旋地转。当视野恢复正常时，眼前的景象也为之一变。你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片建筑废墟之上，这里曾经似乎是一个宫殿，周围到处都是倒塌的砖瓦、石柱，整座宫殿的面积极大，至少也有5、6千个平方。地面整体由石板铺成，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宫殿似乎坐落在一座山谷中，四周被厚厚的云层覆盖，除了宫殿以内的区域，
其他地方什么也看不到。当你尝试着走到云层区域时，系统提示在这时出现，你已走到地图边缘，请原路返回。你思索道，这么说来，云层笼罩的地方就是不可以过去的地方，也就是说，我的活动区域已经被限制在了这片宫殿废墟之中吗？这时，又一条系统提示出现，云朵秘境失落宫殿一阶段挑战任务已开启，请幸存者做好战斗准备。提示结束，你忽然感觉到地面轻微震动了一下，我擦，直接就开始战斗。你惊讶道，这个秘境挑战也太直接了吧。与此同时，废墟中一只巨大的手掌忽然猛地伸出，你瞬间提起了警惕。轰隆隆，随着砖石掉落的声音响起，一个巨大的黄色人形怪物从废墟中坐起，它只是露出半个身子就已经超过了2米，剩下的半截身子还埋在废墟之中，但依旧可以想象出它的庞大。下一刻，这名沉睡的巨人缓缓撑起身子站了起来。直到这时，你才看清了这只怪物的全貌。它的身高超过4米，浑身看起来像是用泥土捏制，但实则是一种特殊材料，类似黄铜，但比黄铜质地更加坚硬，堪比金铁。泥土巨人身体表面隐隐有一条条白色的纹路，像是人类的血管，里面隐隐有能量在流动，那其实是秘银打造的能量脉络。在其胸前，一个人头大的特殊装置正在散发着出璀璨绿光，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活动的能量。你眼前也出现了这只怪物的属性：灵能傀儡，一星特殊生物，等级 LV7， 力量48，敏捷37，精神35，体质55，灵能核心胜于灵能值30，灵能核心胜于防御值100。技能能量射击，磐石之躯，被动技，受到物理攻击时削减 30% 的伤害效果。灵能傀儡，什么玩意？看到它的属性，你惊讶道，这体质也太变态了吧，居然足有55点，再加上那个削减 30% 物理伤害的被动，这要是一般的幸存者，恐怕连破防都做不到。很显然，你也是物理职业，这只灵能傀儡的被动也对他造成了影响。不过，好在他的攻击力远超同阶，即使被削弱了一截，也能造成不俗的伤害。与此同时，灵能傀儡也对你出现了强烈的攻击欲望。他张开扁平的大嘴，发出一段机械合成声音：入侵者，死！灵能傀儡胸口的能量核心开始发出强烈的绿光。与此同时，他的掌心中忽然汇聚了一团能量，似乎正在进行蓄力。嗡！灵能傀儡的攻击蓄力完毕，一团能量从他掌心的能量脉络中喷发而出。你从这一击中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这要是被命中，恐怕不死也得重伤。你猛地一个翻滚，躲过了这次攻击。在翻滚之前，他手中蓄力多时的箭矢也已经射出。咻！金铁箭矢经过月冕长弓的强大攻击力加成，直接命中了灵能傀儡的左脸部位。但是下一刻，你就发现这一箭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箭矢命中，但就像是攻击在一块石上一头般，只穿进去了不到10厘米。这个伤势对于灵能傀儡来说，根本就像是挠痒痒。擦，就造成这么点伤害，你有些懵逼。你的攻击似乎激怒了灵能傀儡，他开始迈动步伐，朝你大步冲过来。为了凯龙大人，咚咚咚，灵能傀儡每次迈步都仿佛巨石砸向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还未逼近，强烈的压迫感便已经扑面而来。